我一个瞎子却跑去西北支教武艺。本以为门下学生都是村里的孩童，殊不知课堂上坐着其实是秦始皇和他的皇子，而我对此却全然不知。此时我对着讲台下说道：“同学们，你们有谁知道秦始皇的死因是什么？”一句话把下面坐着的人都干沉默了，纷纷看向了门口的秦始皇。而秦始皇脸上的颜色也是黑红黄白绿不断转换。3个月前，始皇正在和蒙恬在湖上泛舟，突然一道白光闪过，我突然从空中2米摔到了船上。始皇亲眼所见，顿时将我奉为先人，即刻派兵封锁所有消息。之后，始皇亲自与我交谈。发现我虽然是个瞎子，却博学多才。始皇所问我无一不知，无一不晓，甚至后世之事我都能娓娓道来，比大秦宰相李斯还要博学，简直是上知2000年，下知2000年。始皇猜测我即便不是仙人，也是个大才。始皇又在交谈中得知，我在以前那个世界的职业是教师，如此博学，要教自己的儿子，岂不是个个成才？始皇立刻请求我留下教学，而我本就是来支教的，只不过因为眼瞎，走在山中不慎跌倒，被人救起后也没多问，自然而然地答应了下来。于是始皇这人秘密修建了学堂，但始皇好奇我会教授什么内容，于是始皇也来旁听。可没想到刚进门就听到了如此震撼的问题。此时我等待片刻后，发现屋中寂静异常，索性开口说道：“没人知道吗？老师告诉你们，秦始皇的3大死因之一，就是服用徐福这个罪大恶极的人炼制的仙丹，中毒而死的。仙丹有剧毒，怎么样？同学们没想到吧？一位皇帝竟是如此死法，大胆！”秦始皇龙颜大怒，简直胡言乱语。始皇今年42岁，正值春秋鼎盛，更何况始皇费尽国力令徐福寻找仙丹。徐福说始皇当享长生不死之寿，仙丹又怎会有毒？刚要下令将我处死，却突然想到我可能是仙人，莫非此事当真？随后急忙发问楚先生：“既然徐福炼制的仙丹有剧毒，为什么始皇没有马上死？而且始皇是皇帝，难道吃之前不会找人试毒吗？”始皇的声音不大，但充满威严，震得在场所有人大气都不敢喘。身后的蒙恬面带怒气：“始皇的丹药可是有人亲自试过毒的，现在你竟然说有毒，这不是欺君之罪吗？”众皇子面色紧张，我这样说怕是要大祸临头啊。他们还挺喜欢这个老师的。始皇眯缝着眼睛：“你若是说错一句，下场可知。”我说：“秦大叔，你都21世纪的人了，不知道慢性中毒吗？那仙丹是汞做的，也就是人们常说的水银。知道仙丹为什么是红色的吗？就是因为是水银炼制的。秦始皇错就错在找人试药，人体那么大，水银有毒，一下显现不出来。可你去找几只兔子来试试，保证喂一只死一只。水银原来是慢性中毒，好大胆子！”秦始皇龙颜大怒，浑身充满杀气。徐福竟敢为皇帝吃水银，他不怕被灭3族5马分尸吗？徐福被灭3族5马分尸，我眉头一皱，老哥是真不懂历史了。徐福在给秦始皇吃了多年毒药以后，不仅没有被灭3族5马分尸，反而全身而退，逃到了海外，过上了逍遥快活的生活。什么？秦始皇震惊的快要站不稳了。徐福为自己吃了多年毒药，不仅没被杀，反而全身而退，逃到了海外逍遥快活，朕被骗得这么惨。徐福，朕要将你碎尸万段！看你们不了解这段历史又感兴趣，老师给你们详细说一下。我站在讲台上，始皇本已暴怒，因为他觉得我说的未来知识都是真的。自从服用了徐福的仙丹后，他的身体真的逐渐变得不好，时常发冷发热，可能真的慢性中毒了。始皇冷静下来，他想详细听听徐福到底是怎样骗他的。始皇迷恋长生不老，到处寻找仙法，徐福就出现了，说自己能找到仙法。但徐福其实是一个彻头彻尾的骗子，他打着帮秦始皇寻找仙丹的大旗，到处搜刮民脂民膏，做伤天害理的事情。但他做出了这些事以后，根本没有为秦始皇找到仙丹，反而用有毒的水银制作成假仙丹，毒害秦始皇。什么？始皇震惊，徐福竟然打着为自己找仙丹的谎，欺压大秦百姓，并且他根本就找不到仙丹，还用毒药做假仙丹来害自己。大胆！秦始皇狠狠一拍房门，朕的房间都咔咔作响，朕必将斩杀徐福。蒙恬立即下跪，陛下息怒，杀徐福之事何劳陛下出手？皇子扶苏却站起来，父皇，儿臣早就上奏过，寻找仙丹一事劳民伤财，实不可取。今日既然发现徐福是骗子，应即刻停止。秦始皇默然点头。始皇突然反应过来，随后看向了我，大事不妙。始皇第一次见我时和我说了这里是大秦，我不太相信，还以为是以前那个世界。后来始皇发现了我的才能，就有意将我留下来教授皇子。之后始皇绝口不提大秦的事情，只说自己是这个村的村长，姓秦，皇子都是自己的儿子，叫秦苏秦害什么的。蒙恬是自己的邻居，可刚刚自己太激动了，竟然说什么朕必将斩杀徐福。蒙恬扶苏还跟着附和，要是我反应了过来，我还能做皇子们的师傅吗？就算能做，知道自己是秦始皇以后，怕也畏手畏脚，不肯教真本事啊。始皇急忙想要辩解，可课堂上始皇公子们已然义愤填膺，徐福这个狗贼，本公子早就看他不爽了。父皇，让儿臣砍了他。父皇，我大秦容不下这样的狗贼，公子请求出战。始皇顿感无力，你们这样说都能猜到这是大秦了。古先生您看。始皇看向我，只见我已经张大了嘴了，满脸惊愕，完了，被发现了。村长，我以为你们这个村子封建，没想到封建到了极致，变得开放起来，都玩起 cosplay 来了。我惊诧的摇头。村长扮演秦始皇，还有蒙恬扶苏，建制挺齐全的呀，怎么不来几个公主啊？看起来要把你们这种封建思想剔除，还得下猛药，徐徐图之啊！什么？我的话让始皇有些摸不着头脑。什么开放？什么扣死徒类？村长这些话可能是仙界术语，但楚先生应该还没有发现。蒙恬反应过来，低声道：哈哈哈哈。
始皇也反应了过来。楚先生见笑了，我这几个儿子一激动就会这样，请先生继续。始皇庆幸没发现就好，我却满头黑线。我可以把落后山村的学生教成大学生，但不可能把精神病人教正常。我有点怀疑秦村长这几个儿子，甚至包括秦村长，是不是精神方面有点问题？天天什么陛下、父皇，自己又不是穿越到了秦朝。看来这个村子需要开一个人民医院。我回归正题，徐福用水银制造的仙丹有剧毒，因此秦始皇身体越来越差，最终只活到了49岁。什么？始皇瞪大眼睛，自己现在42岁，也就是说自己还能活7年，朕好不容易才一统6国。还有众多抱负没能实现，怎能如此早逝？始皇一阵头晕目眩，差点就要晕倒。蒙恬见状急忙扶住。如苏发问老师：“请问始皇服用丹药之后就没有方法解毒吗？”当然可以，有问题就会有解决方法。我就喜欢提问的学生，不过这不是本次历史课的内容，这些内容我们等到后面的课再说。有救！扶苏面对始皇激动万分。父亲，我老师说你有救了。我一脸无语，刚刚才夸了扶苏，怎么现在又神经了？你爹又不是秦始皇。始皇坐在了凳子上，情绪缓和了很多。有救就好，只要有救，他就能实现自己的抱负。始皇继续发问：那楚先生，后面徐福又是如何逃脱的？那就可气了，这秦始皇被徐福耍得团团转，众人脸色皆变。我竟然说徐福把秦始皇耍得团团转，这是在侮辱皇帝啊！他们纷纷看向始皇，生怕他发怒。始皇却什么都没说，这确实都是事实。他耐心听我讲。徐福找不到长生不老药，又发现秦始皇身体逐渐不好后，萌生了逃跑的想法。徐福和秦始皇说，他在梦中获知海外有神仙，神仙让他去取药，但神仙让他带10船金银珠宝和3000童男童女。始皇深信不疑，随后徐福就带了10船珠宝和3000童男童女出海，全身而退，胆大包天。始皇浑身怒火，6国都灭了，6国君主都身死，自己却被一个小小的徐福骗得如此之惨。想当年燕太子丹派荆轲刺杀朕，结果死无葬身之地，可这小小的徐福不仅把自己毒死，还骗走了10船珠宝、3000童男童女，该死！始皇感觉被如此渺小的人物欺骗，受到了莫大的侮辱。始皇决定出去就用兔子试药，若一切都如我说的，徐福必将碎尸万段。这个徐福真是罪该万死，徐福罪该万死。可我却摇摇头，心里燃烧起了一股巨大的火焰。徐福不仅罪该万死，他的子孙后代也都罪该万死。徐福在逃离了大秦之后，占领了樱花岛，成为了樱花国的祖先，做了什么天皇？樱花国在2000多年的岁月里，先后4次进犯我中原土地，屠杀我中原百姓。在几十年前那场战争中，樱花国人更是屠杀了我华夏同胞3500多万人。什么？3500多万人？秦始皇顿时瘫坐在凳子上。大秦人口就2700多万人，徐福的后代就杀了3500多万人，就因为自己放跑了徐福，让大秦后代遭受如此灾难。难道朕是千古罪人？明朝时期，以樱花国浪人为首的武士组成了倭寇，袭扰我中原土地，屠杀我中原同胞。甲午海战时期，樱花国人更是打败我中原，要求赔款白银2亿两，甚至还强行侵占我中原土地。几十年前那场战争，更是使我中原同胞3500多万居民伤亡。说到此处，我热泪盈眶。我是教师，更有一颗拳爱国之心。想到华夏这么多年来被樱花国欺辱的历史，我就义愤填膺。如此弹丸小国，欺辱我泱泱华夏，如何能忍？樱花国人没有一个是无辜的，都该死！始皇强行站起来，浑身都在发抖。他不敢相信，朕扫灭6国是为了结束100年战乱，让6国的百姓都过上安稳的生活。朕追求长生不老，是不放心后代；朕是为了千秋万世统领大秦，创造一个巨大的帝国，给大秦百姓安稳幸福的生活，才追求的长生不老。朕是为了大秦百姓，结果因为朕追求长生不老，竟然使大秦后世百姓遭受如此大的灾祸。2亿两白银，大秦清空国库都掏不出来；3500多万人，比大秦人口还要多，竟然惨遭屠杀。这一切都是因为朕昏庸重用徐福，这莫非是千古罪人？始皇突然心神不稳，就要倒地。父亲！扶苏急忙冲去扶住了始皇。村长蒙恬也冲了过去。怎么了？我虽然看不见，却从扶苏急切的语气中听出了秦村长似乎出现了意外。无事。始皇是何等人物，很快就缓过神来。他稳定了心神，站稳身子，脸色有些煞白。他很在乎一件事情。楚先生，您老实说，后世之人是怎样评价秦始皇的？秦始皇在后世是不是被评价为暴君或者千古罪人？始皇做的一切都是为了大秦子民、天下百姓、后世子孙。他不想被后世人评价成千古罪人，但因为自己一己之私，犯下如此大罪，自己不被评价成千古罪人都不可能了。扶苏、蒙恬等人也都低下了头，等待我开口，仿佛在接受审判一般。千古罪人，我眉头一皱，谁跟你说的秦始皇是千古罪人？他可是我的偶像，后代万世子孙的偶像。偶像？秦始皇抬起头，虽不解这个意思，却能从我的表情中读出自己的评价，似乎并不难看。秦始皇眼中出现希望，如果真要给秦始皇做一个评价的话，那么只有一个：千古一帝。秦始皇顿时全身充满力量，站起身来。千古一帝，横压乱世，独断妄语，千百年来独此一帝，这是何等崇高的评价！哪怕是尧舜禹周天子，都未曾有如此评价。莫非自己的功绩前无古人，后无来者？秦始皇强行平复激动的心情。楚先生此话当真？秦始皇如何配得上千古一帝这个评价？怎么配不上？我脸上都是仰慕。秦王扫6国，一统天下，结束数百年纷争，何等霸气！车同轨，
书同文，统一度量衡，设立郡县制，这又是何等先进的思想！北伐匈奴，南征百越，更是无双霸主之霸气。试问千百年来，哪位帝王能做到如此恭敬？始皇确实有过，但和他的功相比微不足道，怎能因为过去埋没一位千古一帝的无上功绩？听到我竟然如此赞扬自己，听到后世子孙不但没有责怪自己，认为自己是千古罪人，反而称赞自己是千古一帝，始皇简直欣喜到不行。没想到后世子孙竟然如此爱戴朕。扶苏、蒙恬等人起身拱手，父皇神武非凡，恭喜陛下，贺喜陛下！我却满脸震惊，对着秦始皇摇头。你又不是秦始皇，你高兴什么？我感觉自己再上下去就要疯了。算了，今天的课就上到这里。一群 cosplay 的发烧友，看来在开人民医院的计划得及早提上日程。洛杉矶都有第一人民医院，这里也能开。蒙恬、臣在皇家园林外，秦始皇一边往外走，一边威严下令，将朕的仙丹给10名秦卫士，命令他们以灰兔试药，令300甲士灰兔一旦情况有变，把徐福带来，带离徐福之后，控制他身边徒弟，放跑1人，拿你试问？蒙恬接命，立马召集甲士去了。扶苏、臣在，灰兔一旦有变，即刻召集百官，在咸阳殿议事。扶苏领命也立马办事去了。秦始皇眼中充满了怒火，徐福，若你真如先师说的一般，给朕吃毒药蒙骗自己，朕非要你碎尸万段。傍晚，咸阳殿，文武百官都不知始皇有何急事，众人议论纷纷。始皇陛下等。随着赵高公压般的嗓子响起，秦始皇这一身黑色龙袍跨入大厅中，始皇脸色阴沉，怒气布满脸上，百官脸色巨变，议论声顿时消失。始皇这是怎么了？如此脸色，有大事发生了？就连丞相李斯都不清楚，始皇此刻在想什么？徐福来了吗？始皇端坐在皇位上，开口发问。徐福，百官脸色一变，始皇特地招他们来，就是为了徐福的事。有不少官员还是很清醒的，知道长生不老是不可能的，但因为是始皇，敢怒不敢言。徐福到了。就在这时，蒙恬上殿汇报，秦始皇立刻开口，让他上来，宣徐福上殿。随着赵高公压般的嗓音响起，徐福缓缓走上大殿。徐福很迷茫，缓缓向前，心里却不断嘀咕：秦始皇这个暴君搞什么鬼？他人在家中坐，蒙恬就披甲上阵，带了300甲士带他来了咸阳殿。蒙恬可是大秦无双大将，目前地位仅次于退休的王翦，非大事不会调动咸阳殿，晚上一般不会召开会议，除非是出大事。咸阳殿还聚集了如此多的文臣武将，事情就更大了。莫非仙丹一事的机密被泄露了？看起来逃跑仪式得提早了。徐福走上大殿，直接对秦始皇开口：陛下，徐福前几日受仙人托梦，海外有3座仙山，仙山上有仙人，仙人处有长生不老仙丹，是不是还需10传金银珠宝和3000童男童女？徐福话还未说完，始皇却打断了他。陛下，徐福却震惊得口齿不清，这话他从未和人说过。秦始皇如何得知？大胆！始皇却站起身来，他已经能确定我说的话都是真的。徐福，你用毒药制作仙丹坑害朕，真当朕不敢将你碎尸万段？陛下，这是何人在胡言乱语啊？徐福脸色煞白，浑身都在冒汗。仙丹当然有毒，有剧毒，因为它是用水银炼制的，只有水银才能炼成红色。但现在他可不敢承认，若是承认，必将被处死。来人，将刚才实验用的灰兔给拿上来，给徐福看看。真是好大的胆子，居然敢欺骗朕！拖下去，先把他给关起来，等候发落。嬴政知道金丹有毒后，害怕自己吃了这么久的金丹会中毒过身，急忙来到小村庄找到了我。先生，如果我服用了不少的金丹，不知道有什么办法可以医治？什么？村长，你为何会如此想不开？我大吃一惊。嬴政尴尬地笑了笑，这不是因为先祖始皇帝在吃的关系。我点了点头道，从古至今确实有很多人想要长生不老，尤其是那些皇帝，可是这是不现实的。现在我也知道了，不知道我还有没有救？嬴政关切地问道。我说道，办法我只知道一个，那就是喝牛奶。我知道乳制品可以用来解重金属的毒，但是这也只限于你才吃金丹没有多久才行。如果像始皇帝吃了太久的金丹，体内的毒素已经积累了非常多了，牛奶就算有用，用处也不是很大了。多谢先生相告，我一定想办法从外面搞到1头奶牛来。嬴政说道。你能弄到奶牛？我有些不可置信地说道。区1头奶牛而已，应该不是什么大问题。嬴政说道，眼光不由得瞥向一旁的李斯。李斯上前说道，村长放心，隔壁村就有奶牛，我会花钱买来的。那顺便问问隔壁村有没有锅碗瓢盆，还有盐、酱油、醋等一些调味料。家里没有这些东西，我根本做不了饭。先生还会做饭？嬴政对此十分震惊。做饭而已，现在的社会青年哪一个不会做？只是好吃不好吃的问题。我说道。李斯，你去帮先生准备一下先生所需要的东西，我想尝一尝先生的手艺。诺。李斯走后，嬴政继续问道，先生，你说始皇帝知道徐福是骗子后，会如何惩治徐福呢？我不是说了吗？焚书坑儒。焚书坑儒是对所有的方式，我说的是徐福，这我哪里知道？这都2000多年的事情了。先不说始皇帝不知道，就算知道了，他也不愿意相信徐福就是一个骗子。一旦他自己相信了，就等于打破了自己长生不老梦。我说道，我就说假如啊，我想了想道，如果始皇帝知道徐福是一个骗子，一般来说先杀之而后快，可是杀了徐福后，不就昭告天下自己被骗了？堂堂始皇帝被一个江湖术士给欺骗，什么长生不老其实都是始皇帝自己想出来的。嬴政脸色一僵，朕不要面子了吗？先生有何良策不要别人知道始皇帝被骗了？
那要做2件事情。我说道，一件就是昭告天下，徐福要出海寻找长生不老丹，其实是率领大军押解徐福和他的族人去海上，让他们葬身大海。嬴政点了点头道，先生这是让始皇帝去海上解决徐福和他的族人。我点了点头道，没错，徐福不是告诉始皇帝海上有仙山吗？既然如此，估计其他人早就知道此事了，所以徐福一定要出海，不出海等于在告诉大家始皇帝对徐福起疑了，而且只要徐福出海了，始皇帝不提此事，没人会提起此事。我相信朝中大臣们早就看那个徐福不顺眼了。嬴政眼神看向了章邯，章邯立马低下了头。嬴政再次问道，那第2件事呢？将所有的方士都坑杀了，告诉天下所有人，只有始皇帝一人能炼制长生不老药，其他人不可亵渎。我说道，他的2个法其实都是随便说的。还有一点，传闻徐福出海是到了扶桑，最后对华夏造成不可磨灭的伤害，所以我想着能最开始就灭了扶桑，说不定未来就不会有扶桑的事情。嬴政点了一下头道，如此可以杜绝世人在打探长生不老之事，还能消除始皇帝的心头之恨。没错，我说道，其实始皇帝为人还不错，中央实行3公9卿，管理国家大事，地方上废除分封制，代以郡县制，同时书同文，车同轨，统一货币，度量衡，对外北击匈奴，南征百越，修筑万里长城，修筑灵渠，沟通长江和珠江水系。这些一件件、一桩桩大事都表明了始皇帝的雄才大略。嬴政露出了得意的笑容，然而他们才高兴没有几分钟，我的话又让嬴政尴尬起来。可惜啊，始皇帝为了自己的长生梦，动摇了大秦的根基，扼杀了明治，苛政灭民，说不定大秦不会20而亡了。我惋惜地说道。就在嬴政他们尴尬的时候，李斯回来了，他身后跟着几个村民，手上的东西都是我所需要的东西，只是那些调味料都放在陶碗里。而让我震惊的是，没有什么锅，只有一个像煮锅的青铜器。村长先生要的东西已经都拿回来了。好，嬴政说道，交给村长吧。诺，李斯应道。旋即看向我道，先生，这些都是你要的东西。我看着村民手上的东西道，李斯同志，多谢你了。可是你告诉我锅子和铲子呢？没有这2样东西又怎么烧菜呢？李斯指着青铜器道，这就是我们的主锅啊，难道先生一直用的是陶锅不成？什么陶锅、铁锅、铁铲？天哪，你们连这些都没有吧？看来我除了支教之外还得要扶贫啊。无奈之下我说道，李斯同志，既然没有铁锅铁铲，我能不能自己打造？嬴政等人震惊地看着我，先生还会炼铁？我说道，会一点吧，我可以利用模具让铁水进入模具里成型，最后慢慢打磨成锅铲就行了。哈哈，嬴政大笑起来，先生莫开玩笑了，铁水将铜炼制铜水我们都未必能做到，更何况比铜更难炼的铁。不会吧，别告诉我你们还没有用过铁器。我问出了口。嬴政说道，铁器已经有使用了，可是却对无法做到将铁器变成铁水，也无法将做到精细的程度。原来如此，那是冶炼不成熟的关系。村子里应该有冶炼厂吧？我问道。嬴政看向了李斯，李斯脸色一白，立马解释道，先生，这都是祖上传下来的，祖上说是国家的政策，我们就坚信这就是国家政策。原来如此，我恍然大悟，都是因为这里太偏僻引起的。算了，既然没有冶炼厂，我们自己制作一个冶炼厂吧。先生要如何做？建造一个炼铁炉，然后准备一些铁矿石出来。我会将简单的炼铁之法告诉一些村民，让村民们学习炼铁之法。有了手艺之后，就算离开了村子，到外面讨生活都比较方便。我说道，先生真愿意将炼铁之法交给村民吗？嬴政问道。这天下会有如此大方之人吗？我笑道，不就是简单的炼铁之法，在外面一个大的钢铁厂，一天能生产10几万吨钢材，1吨就是2000斤，也就是一天能生产几百万斤的钢材。跟我教的简直就是小巫见大巫，外面世界的人都不要学的。几百万斤？李斯惊问，先生，外面的世界用那么多的钢铁干什么用？哈哈哈，我笑道，因为对我们而言，几乎什么东西都需要用到钢铁，没有坚硬的钢铁，很多东西都没有办法使用，比如汽车、火车、飞机，还有我们所建造的房子等等。汽车、火车、飞机，嬴政3人都露出了好奇之色。村长同志，如果你们不嫌弃的话，我会将我所知道的炼铁之法教给大家的。我认真的说道。嬴政立马摇头道，不嫌弃，不嫌弃，我怎么会嫌弃呢？李斯，从今天开始，你也留在村子吧，先生需要什么你都要想办法满足先生。诺。李斯嘴上应道，他的心中已震惊无比，让他堂堂一国丞相留在这个村子里，就为满足我的需求。多谢村长同志了。我谢道。李斯同志，你的先祖是不是秦朝左丞相李斯啊？你知晓李斯？李斯震惊地问道。我笑道，怎么可能不知道？秦朝能灭亡，你先祖也是帮凶之一啊。什么？嬴政、李斯和章邯3人同时一惊。李斯立马说道，先生，此话不能乱说，我先祖可是对陛下忠心耿耿啊，怎么可能成为灭亡大秦的帮凶？他说着这话时，眼睛不停地看向嬴政。我虽觉得这反应有点过，但没深想。嬴政问道，先生，你说李斯是灭秦的帮凶，他是如何成为帮凶的？我说道，当然是因为李斯帮助秦2世登上了皇位，没有李斯的帮助，秦2世就登不上皇位，他不做皇帝，扶苏就不会死，扶苏不死，秦2世就有可能就是扶苏，只要扶苏当了皇帝，大秦不一定会20而亡了。什么？扶苏会死？嬴政大惊，李斯和章邯也是一惊。我说道，不要这么惊讶，不仅仅是扶苏，始皇帝的儿子和女儿都会被秦2世杀死，除了你们先祖公子高这一脉，始皇帝的其他儿子女儿根本没有任何的后代。嬴政的脸色变得十分阴沉，这件事我提过，只是他一直以为秦2世是扶苏。先生，扶苏是怎么死的？嬴政问道。我回答道，扶苏是被秦2世下旨毒死的，准确的说，是用始皇帝的口吻下旨，逼迫扶苏自杀。嬴政脸色铁青的站了起来道，扶苏难道没有对这假诏书没有任何疑问吗？
扶苏没有，但是蒙恬有。蒙恬提醒过扶苏，但是当时扶苏心灰意冷，所以不肯听劝，最后自杀了。我说道：什么意思？嬴政问道。我叹了口气，其实就是因为始皇帝因为一些事情很生扶苏的气，所以将扶苏贬到了边关修筑长城，和蒙恬待在一起。因此，扶苏的心中一直对自己惹怒始皇帝的事情耿耿于怀，认为始皇帝不再喜欢他，而是恨他。所以，秦二世的一份假诏书，轻而易举的就让扶苏自杀了。愚蠢，真是愚蠢！嬴政怒骂道。我说道：扶苏确实是听蠢的。其实这件事也要怪始皇帝，一直梦想着长生不老，认为自己将会永远不会死，于是对于培养下一代皇帝不怎么关心，导致最后被秦二世给乘虚而入。嬴政冷静下来道：难道真的是始皇帝的错？李斯和章邯不敢说话，只能低头不语。我说道：当然是始皇帝的错。你想啊，始皇帝的长生不老梦万一是真的，他不就可以生生世世的做皇帝？他还需要秦二世干什么？嬴政顿时尴尬无比。我继续说道：扶苏之所以会自杀，其中始皇帝有推卸不了的责任。至于李斯说他是帮凶，那是因为秦二世是在他的帮助下成为秦二世的，而李斯这么做只是为了自己的官位、自己的权利。他怕扶苏登基后会重用蒙恬和蒙毅两兄弟，这会影响他的前程，所以在有心人的利益分析下，李斯就狠心帮助秦二世，而不是扶苏。不过逼死扶苏的事情，李斯没有参与，如果他知道的话，一定会反对的。反对，一定反对。李斯紧跟着说道。他擦了擦额头的冷汗，我看他紧张的样子，心里好笑。至于吗？都是2000年前的古人了。嬴政白了李斯一眼，我看向李斯说道：其实我非常好奇，李斯应该被秦二世给灭族了，你这一脉是如何保留下来的？对了，是理由。史书上说，李斯被腰斩的时候夷三族了，但是没有动把手要害的理由。可是李由最后死在了项羽和刘邦的义军之下，也没有活下来。你说什么？李斯大吃一惊。你说我全族被灭了？嬴政用鼻子发出了声音，眼睛斜着看着李斯，吓得李斯脸色一白。但是他是聪明人，立马说道：先生，你说我李家已经全族被灭了，那我这一脉不是活得好好的？可能是公子高故意安排的吧？这件事怎么说都已经过了2000年了，你到底是不是李斯一脉很难说清楚。我解释道：这不对啊。李斯说道：按照先生所说，李斯帮助秦二世登上了皇位，为何还会被秦二世给灭族了呢？我说道：其实李斯这人除了注重权力之外，对大秦还是一心一意的。身为丞相尽心尽责，经常劝诫秦二世不要只是玩耍，多皇帝应该干的事情。可是秦二世不听也就算了，有一次李斯和冯去疾等一些大臣一同劝解，惹得秦二世非常生气，所以抓了李斯，最后砍了李斯和他的三族。李斯一阵无语，嬴政更是愤怒无比，说道：这秦二世怎么只知道玩乐，难道一点也不知道处理政务吗？他要是会处理政务，那就好了，大秦也不会20而亡了。不过这都已经是2000年前的事情，你们不用太在意。呵呵呵。嬴政几人尴尬的笑了笑。大家如果想要听历史，我下次再说，现在我来露一手，给你们做顿美味。此时大家心情沉重，嬴政站起来道：先生，你的好意我心领了，下次再品尝你的美食吧。村长，你又要离开？刚刚想起跟隔壁的村长有要事相商，差点忘记了时辰。嬴政说道：那是公事，不能迟到了，美食下次再吃吧。我说道。李斯说道：我去送送村长。嬴政看了他一眼，微微点了一下头。两人来到了村外，李斯一看他们已经离开了我的视线范围内，立马对着嬴政下跪道：陛下，微臣有罪。嬴政说道：你起来吧，还未发生的事情做不得数，多谢陛下开恩。李斯站了起来。陛下，李斯小声说道：这秦安之言，大秦岂不是要？不用慌。嬴政说道：他说朕会死于第5次冬雪，这是因为朕吃了很多的金丹，然而现在朕不但已经不再服用金丹，更是知道牛奶能解金丹之毒，就算不能全解，能解部分金丹之毒，朕的要求不多，能多活个3年就好。这3年，朕会好好的培养扶苏，任何对扶苏不利之人，朕都会予以铲除，就算那个秦二世都不行，微臣一定会竭尽全力辅佐大公子。嬴政点头道：现在你去秦安那里，将他所教的东西都记录下来，尤其是炼铁技术，这对大秦来说有多重要，你心中应该很清楚。微臣明白。李斯目送嬴政坐着马车离开了，随后他再次来到了我的院子。章邯见到李斯，抱拳道：丞相，小声一点，不要让先生听到了。李斯说道：诺，丞相大人。其实你根本不用在意先生的话，他还说我将来会成为大将军，最后会自杀。你会自杀？李斯愕然道：你为什么要自杀？好端端的，你干什么自杀？章邯耸耸肩道：先生说因为输了一场战争，所以投降了。什么战争？你有没有问？没有问。陛下吩咐过，不要让先生起疑，万一我不会说话，暴露了这里是大秦该怎么办？章邯说道：什么大秦？我的声音让李斯和章邯大吃一惊。我拿着一些已经切好的菜和肉，来到李斯两人面前道：你们还在想着秦朝的事情啊？都过去2000年了，没什么好说了。看来先生没有听到我们的谈话。李斯和章邯面面相觑，你们两位怎么了？就那么想知道秦朝的事情吗？我见两人不说话，你们想要知道什么？跟我说，我们边吃边聊，我会将我知道的一切告诉你们。那就有劳先生了。李斯立马说道：只是这些肉和菜都是生的，要如何食用？没有其他的厨具，只有这个青铜鼎，只能用来吃火锅。只要将鼎里的水烧开，然后在我的解说和示范下，李斯和章邯知道了火锅的吃法。李斯问道：先生的火锅真是美味，可惜村长走得太早了。放心吧，村长下次就能吃到了。我说道：这火锅的做法非常的简单。李斯吃了一口肉后，开口问道：先生，你说大公子扶苏会被始皇帝贬去边关，可是大家都知道，始皇帝非常的喜欢这扶苏公子，怎么忍心贬他去边关呢？那还不是始皇帝太生气了。史书上记载了这件事有2个情况，也就是2种说法，不过都是为一群儒生求情。先生能否说的具体一点？李斯问道。我点了一下
下头道：“这第一件事就是始皇帝坑杀一群方士时，也有一群儒生被坑杀。扶苏知道后，就向始皇帝求情。你们应该知道，始皇帝坑杀那些方士是为了什么？所以扶苏求情，就是在始皇帝最盛怒的时候。最愤怒的始皇帝哪想那么多，直接就送扶苏去边关。这一去就是天人永隔，这辈子都见不到面了。另外一件，说的是有一个叫儒生的人辱骂始皇帝，始皇帝盛怒之下抓了一群儒生。扶苏得知后就去找始皇帝求情了，结果就是盛怒之下就是贬扶苏去边关修长城了。这两个说法到底是哪一个正确？因为事隔2000年，谁也没有办法证实了，只能根据史书来推测到底哪件事更加真实。那先生认为呢？李斯问道。这我就不知道了，因为我的专业不是历史，所知道的历史都是根据课本上的内容学的。我说道。糟了！李斯突然站了起来。先生，抱歉，章邯，你跟我来。章邯站了起来，跟着李斯离开了。我感觉莫名其妙，丞相，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情？章邯追上了李斯。李斯看了一眼村子道：刚刚先生不是说了吗？大公子会向陛下求情，为那些儒生求情。盛怒之下的陛下可能会让大公子去边关，大公子一去边关，秦二世就有可能登基称帝。那不管是对我们还是对大秦都市有害无利，所以我们要阻止这件。不是你要去阻止这件事，你一定要阻止大公子去求情，就算来不及了，你也要去找陛下，阻止陛下让大公子前往边关。章邯追上李斯，问道：丞相为何不去？李斯叹口气道：你忘记了，刚刚先生说我是王秦的帮凶之一，好在陛下没有深究，可此时的我在陛下面前说这么多，只会越描越黑，不如由你去。你身为黑龙卫大总管，陛下对你信任有加，绝对能阻止这件事。真不行就直接说这是先生说的。如今陛下十分相信先生的话。好，我这就去咸阳。章邯说道。他必须阻止预言。另一边，嬴政回到皇宫，直接来到徐福处参见陛下。蒙恬行礼。不用多礼，你跟朕进来。嬴政说道。徐福跪在嬴政脚边，参见陛下。嬴政冷笑道：徐福，朕让你率领3000童男童女前往海上寻找长生不老丹，你不用多言，明日朕就让你们出海。对了，你的全族都会陪你一起出海。嬴政说道。陛下，不可啊！徐福彻底慌了。朕意已决，你不用多言，你还是好好想想如何帮朕取得长生不老药吧。嬴政不再理会徐福，而在咸阳，淳于越等儒生正与扶苏商议。大公子，现在只有您去求陛下，让陛下放了那些儒生。淳于越说道。扶苏点头道：淳博士请放心，我现在就去求父皇，有劳大公子了。扶苏坐车前往皇宫。章邯赶到扶苏府上时，门卫告诉他已经去皇宫见陛下了，来晚了一步。章邯忍不住说道。皇宫中，嬴政正在批阅奏折，赵高在旁伺候。陛下，有些晚了，要注意身体。赵高关心道。嬴政笑道。还是你关心朕，奴才关心陛下是奴才的本分，陛下过得越好，奴才也才能过得越好。赵高微笑的说道。嬴政微笑的看着赵高说道：你啊，就喜欢跟朕说大实话，奴才就是喜欢说大实话。赵高笑着说道。那什么，朕问你，大公子如何？嬴政问道。赵高心中一紧，陛下怎么突然问起大公子？回禀陛下，大公子仁厚有孝心，这是众所周知的事情。他谨慎的回答。陛下，大公子求见。一个太监来报。嬴政愣了一下说道。让他进来吧。扶苏进入宫殿行礼。儿臣参见父皇。不用多礼，你来见朕有何事？嬴政问道。多谢父皇。扶苏放下手说道。父皇，儿臣想请您开恩，放了那些儒生。儒生？朕什么时候抓过儒生了？嬴政一脸狐疑。是那些方士。扶苏说道。儒生知道父皇沉迷长生不老，听信了方士们的言论，于是儒生们就假借方士之名跟府上谈论儒家之事。住嘴！嬴政瞬间暴怒。你可知道那群方士是如何可恶？可是他们当中有的儒生……住嘴！这群儒生竟敢欺骗朕，死有余辜！你竟然为这样的人说情，气死朕了！赵高在一旁心中暗喜，立马说道：陛下息怒，陛下息怒，小心身子，小心身子。接着对扶苏说：大公子，这就是你不对了，你怎么可以怂恿那些儒生欺骗陛下？知道的让你会认为大公子一片好心，是为了陛下；不知道的还以为大公子欲图不，想要对付陛下。逆子，你现在就给我滚，滚回的你府上去，等候朕的发落。嬴政怒道：父皇，儿臣是冤枉的，那些儒生也是冤枉的。扶苏仍在说情，滚，给朕滚！嬴政怒道：来人，将大公子拖回大公子府。两个黑龙卫将扶苏拖走。扶苏的呼喊将嬴政气得半死，气死朕了，朕再也不想看到他。陛下息怒，可不要为了大公子而气坏了身体。赵高连忙安慰。这逆子实在是太不像话，竟然联合那些儒生欺骗朕，实在太可恨了。嬴政脸色阴沉，陛下，大公子也只是被一群儒生欺骗了您可不要怪他，只要让那群儒生和大公子分开一段时间，那么大公子一定会恢复如初的。赵高说道。让他们分开？如何分开？嬴政问道。可以派遣大公子前往上郡修筑长城。赵高说道。这样一来，那帮儒生得知大公子前往上郡后，一定会远离大公子。这帮儒生一直想要恢复孔孟之道，实行分封制，没有了大公子，他们就是一群散沙，不用多久就能不攻自破。嬴政点了点头道：这件事就交给你去处理吧。诺！赵高兴奋地说道。机会终于来了。另一边，章邯火急火燎赶到皇宫，看到扶苏被拉出来。大公子，这是怎么回事？你们为什么抓着大公子？章邯关心道。一个黑龙卫说：张将军，我们也是奉命行事。扶苏说道。不怪他们两个，是父皇，不是我惹得父皇生气了，他让我回府，我不肯，
所以让两个兄弟帮我，多谢大公子谅解。两个黑龙卫说道。章邯安慰道：大公子，我知道了，你先安心的回府上吧，我现在就去找陛下，一定保大公子的安全，我不会有事的。父皇最多也就骂我几句，我只是担心那些儒生。扶苏说道。章邯心中焦急，大公子竟还在关心儒生。大公子，我先进去了。章邯进入皇宫，没几分钟就见到赵高。赵大人，那么晚了，你不照顾陛下，要去哪里？原来是张大人，最近都没有看到张大人，去哪里忙了？赵高不答反问。章邯说道：赵大人，大公子惹怒了陛下，被两个黑龙卫给拉了出去，不如我们现在就去找陛下，为大公子求情吧。赵高眼神一眯，章邯是为大公子求情。赵大人，你怎么不说话？难道你不愿意去为大公子求情？章邯问道。不。赵高回过神来，不是我不愿意，而是陛下此时正在气头上，如果硬要为大公子求情，只会让陛下怒上加怒，后果可能适得其反。张大人，这样你还要为大公子求情吗？章邯犹豫了，可他想起李斯的话，旋即眼神坚定地说道：我现在就去找陛下，赵大人是否愿意一同前往？不可，张大人不可打扰陛下，此时陛下已然休息。赵高说道：绝不能让他见到陛下，就算陛下休息了，我也得打扰。赵大人，你既然不想去，我也不会勉强你去的。告辞。章邯不再理会赵高。不行，我绝对不会让你打扰陛下的。赵高直接伸手拦住去路。赵大人，章邯脸色一沉，你要阻止我？没错，我是伺候陛下的内侍，陛下休息了，我就有权利阻止任何人打扰陛下休息。赵高当仁不让，让你见了陛下，我的希望就落空了。章邯怒瞪着他说道：你是伺候陛下的内侍，我是陛下身边的黑龙卫统领，怎么我去保护陛下，你也要阻拦是吗？如果张大人是为了保护陛下，那自然没有问题。赵高冷笑道：但是另有目的的话，那就另当别论了。赵高，你到底想要怎么样？章邯沉声道：有事可以明天再禀告，今天任何人都不能打扰陛下休息。赵高沉声道：来人，看管好张大人，不要让张大人去打扰陛下。赵高直接命令道。一群太监站到赵高身后，你以为只有你有人吗？章邯怒道。黑龙卫听令，在。不少黑龙卫来到章邯身后，你们想要干什么？不保护陛下来此干什么？造反吗？赵高大喊。章邯冷笑道：赵大人，你不用给我们乱扣帽子，我们身为黑龙卫有守护陛下之职，除了陛下，任何人都不能命令我们，就算你赵高都不能命令我们。兄弟们，跟我一起去守卫陛下，有人阻挡，视为谋害陛下，格杀勿论。赵高怒火大盛，这章邯真是吃了秤砣铁了心。他忽然露出笑容道：张大人，你无非就是想要见陛下，而我是怕打扰陛下，我们都是为了陛下，何必搞得像是生死仇敌？章邯见他服软，立马说道：既然如此，赵大人跟我一起去见陛下吧。好。赵高应道：让你一个人去见，岂不是想说什么就说什么？两人一同去见嬴政。陛下。赵高先走进寝宫，章邯在外等候。嬴政眉头一皱道：你怎么那么快就回来了？朕的旨意已经传达了吗？奴才该死，并没有。赵高解释道：奴才在路上见到了章邯张大人，他要见陛下为大公子求情，奴才怕他莽撞打扰陛下，因此跟张大人一同回来了。章邯，他不在赵家村，怎么突然回来了？宣他进来吧。嬴政说道。诺。赵高应道，心中却翻起滔天巨浪。陛下竟不生气，参见陛下。章邯行礼。嬴政说道：不用多礼，你怎么回来了？是不是先生有事？臣是来替大公子求情的。章邯说道，然后看向了一边的赵高。嬴政说道：赵高是朕的内侍，不是外人，我迟早会带他去村子。诺。章邯说道：陛下，今早先生说大公子有一劫，会导致大公子跟陛下之间天人永隔，而此次一劫正是大公子为那些儒生求情引起的。卧槽，朕怎么将这件事情给忘记了？嬴政心中一凛，赵高，给大公子的圣旨不用发了，朕刚刚是在气头上。嬴政说道：诺，陛下。赵高应道：什么情况？章邯只是轻描淡写的几句话，就让陛下改变心意了。恭喜陛下，贺喜陛下，找到了一个奇人异士，能为陛下未卜先知，那么陛下得到长生不老药指日可待。赵高立马说道：赵高，长生不老之事以后莫再提。嬴政说道：陛下。赵高大惊，这还是陛下吗？你不用多想，朕已经知道了徐福就是骗子。诺。赵高应道：有机会朕会带你去见见那个先生，多谢陛下。行了，你们先出去吧。诺。殿外赵高说道：张大人，刚刚的误会还请不要放在心上，我们都是为了陛下。赵大人请放心，我不是那种小气之人，我等都是为了陛下，为了大秦。章邯说道：那就好。赵高微笑说道，心中却道：章邯，你等着吧。赵大人，我现在就去大公子那里，你要不要也一起去？章邯问道。不去了，我要去18公子那里。赵高拒绝道。章邯离开后，心中闪过一个念头，这秦二世会不会就是18公子吧？他旋即抹除了这个想法。赵高来到胡亥府上，什么？这个章邯竟然敢破坏我的好事，我一定要灭了他三族。胡亥怒道。赵高说道：公子不要动怒，现在还不是时候，未来你登基后有的是机会惩治章邯，现在我们最重要的还是将大公子赶出咸阳城，只有大公子不在咸阳城，公子才会有机会。胡亥怒道：真不明白，为何父皇一直那么相信扶苏？难道我就不能继承皇位吗？嘘！赵高慌张制止道：我的公子，你小声点，小心隔墙有耳啊！我就是不服气。赵高，你有没有办法治一治我的好大哥？赵高眼珠子一转道：办法是有，但是需要公子帮忙。什么办法？你尽管说。胡亥怒道：公子附耳过来。赵高将自己的计划低声说了出来。大公子府
章邯告诉扶苏，嬴政已不再生气，让他最近别再惹怒陛下。淳于越得知求情失败，找上扶苏，见过大公子。淳于越行礼，扶苏海礼道：“先生不必多礼。大公子，陛下是否不愿意放人？先生放心，我还会去劝谏父皇的，一定想办法将所有人都救出来。恐怕来不及了。我听说明日一早他们就会被陛下坑杀，由蒙恬亲自执行。什么？难道父皇都不审一下吗？”扶苏恼火起来。章邯见状，立马劝阻：“大公子，你如今刚刚躲过一劫，不可再向陛下求情，否则大公子将可能被陛下赶去边关。”荒谬！淳于越怒道：“就是有你这样的大臣，不分青红皂白，任由使皇帝草菅人命，你可知这可是会导致大秦根基不稳的？”等等，你说什么？你说大公子会被贬？他大吃一惊。大公子一旦被贬，自己的梦想就完了。不对，大公子是长子，怎么可能会被贬？淳于越冷笑道：“陛下如此培养大公子，将他培养成下一任的皇帝。”章邯沉声道：“淳于越，你已经不是朝官员了，你又如何知道陛下的想法？而本将军身为黑龙卫统领，陛下的贴身护卫，岂会看不出陛下的想法？大公子，你千万不能惹陛下生气，否则后果不堪设想。”淳于越被对得怒火燃烧，却相信了章邯的话。嬴政有什么做不出来？他忍下无礼，缓缓说道：“大公子，既然陛下不同意放人，这件事到此为止吧。先生打算放弃他们吗？”扶苏问道：“先生，当初这些人还是先生亲自挑选的人，我们不去救他们，他们一定会被父皇腰斩的。大公子不可为而为之，视为愚蠢。如今陛下心意已决，任大公子如何的求情也改不了陛下的决心。大公子如果一意孤行，惹得陛下不高兴，最后被贬，儒家思想便不能传遍天下，百姓们得不到教诲，天下百姓将会继续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。如今我们只能舍弃他们而保全大公子，希望大公子能理解。如果他们死后有任何怨恨，都可以找我，我愿意承担所有的责任。”淳于越大义凛然地说道。扶苏被说动了：“先生，这个责任我也有，将来他们有怨恨，我愿意和先生一起承担。现在们只能尽量满足被抓的儒生遗愿。”一场阴谋正缓缓靠近他们。第二天，蒙恬坑杀了所有方士后复命，杀了就好，现在只剩下徐府了，马上安排他们出海。章邯，这件事交给你来处置，记得先生说过的话吧。嬴政说道。诺。章邯应道：“要让徐福吞噬所有金丹，再灭其全族于海上。蒙恬，你跟朕一起走，朕带你去见识一个奇人。”陛下，这人不会又是徐福之流吧？蒙恬问道。嬴政顿时尴尬。章邯说道：“蒙恬将军，这个奇人可不是徐福能所比拟的。你喜欢宝剑，而这位先生掌握了炼铁之法，可以让铁矿石变成铁水。如此一来，蒙恬将军想要一把什么样的宝剑都可以让先生打造。真的吗？”蒙恬心动了。当然是真的，就算先生不肯出手，我们学会了炼铁之法，自己也能打造宝剑。章邯说道。嬴政笑道：“章邯，朕怎么觉得不是蒙恬想要宝剑，而是你想要呢？”章邯不好意思道：“回禀陛下，大秦的男儿没有人不爱宝剑的，往往一把上好的宝剑价值万金，不是万金难求。”嬴政点了点头。行了，宝剑之事到时候再说吧。章邯，你去处理徐府。蒙恬，你跟朕走吧。诺。赵家村，我让村民安装了一个简单的打铁作坊，多了不少模具。李斯记录着一切。先生，一切都已经准备好了，只是目前铁矿不多，如果您需要很多的话，那就需要托人去买。李斯说道。有多少就用多少吧。这个炼铁厂我也只是临时制作，非常粗糙，有机会需要改进，做成流水线。这样一来，消耗的时间和能源都会减半。流水线，对，就是一个人做一件事情，比如一支箭，有人做箭头，有人做箭身，有人将它们安插羽毛，最后有人将箭头和箭身安装起来。一支箭4、5个人做，虽然看起来浪费了人力，但是数量一多，那就大大的简约时间了。而且大家独只做一件事，基本上都已经熟能生巧了，所制作出来的箭矢基本上一模一样。我简单解释了一下，李斯快速记录，他觉得非常有用。对了，先生，你让人放在火炉下面的箱子又有什么用？这是风箱，可以使炉火更加旺盛。我解释道。那风箱的工艺是否很复杂呢？李斯问道。非常的简单，一点也不复杂，就是由一个木箱、一个推拉的木质把手和活动木箱组成。说的太复杂了，我怕你听不明白，简单的操作一下，我相信你应该就能明白了。有劳先生了，李斯说道。我示范了风箱的用法。李斯认真记录着一切。随后炼铁房正式开工，铁矿石在炉中化为了铁水，真的变成了铁水了。李斯惊呼道。我说道。再让它烧一会儿，将里面的杂质烧干净，只有纯正的铁水打造的厨具才卫生，对人体无害。过了一会儿，铁水变得纯净。行了，差不多了，将铁水全部倒进我准备好的模具里。村民照做，一个粗糙的铁锅出现了。李斯说道。这就是铁锅吗？是的，我说道。这锅还需要打磨。这时嬴政带着一个生面孔走进了炼铁房。先生，你手上之物莫非就是铁锅？嬴政开口问道。李斯等人停下手中的活，参见村长。不必多礼。嬴政摆手道。我看着他们行礼的样子，心中叹气，这陋习得改。村长同志，你来的正好，看看我手上的铁锅，今天可以给你们尝一尝我的手艺。我拿着铁锅炫耀。嬴政接过铁锅，一脸狐疑，他身后那人则一脸困惑地打量着我。村长，我知道你好奇，不如这样吧，反正也到饭点了，我给你们简单的做一些菜吧。我说道。荒谬，用膳时间早就已经过了，下次用膳乃是申时，哪有现在用膳的？那生面孔开口道。李斯上前一步说道。老蒙啊，你有所不知，先生主张1日3餐，这样可以做到养生的效果。
嬴政饶有兴趣地问道：“先生，这每日13餐是否能做到养生之效？”我点头道：“一日3餐确实有养生的效果，但是你这一日3餐需要饮食搭配才行。在外面，有钱人都会请营养师专门帮他们制定营养套餐，让自己的身体处于最健康的状态。那先生可否会这营养套餐？”嬴政问道。我摇了摇头道：“我不会，营养师可是需要去考证的，他们将食物的搭配精确到克。不过村长同志，你也不要失望，虽然我不是什么营养师，但是我知道一日3餐只要做到荤素搭配合理就行。早餐吃好，午饭吃饱，晚上吃少，水果不能少。还有就是多做运动，比如跑步，每天跑1个小时的慢跑，可以让自己的身心都得到放松，身体也会好很多。多谢先生赐教，我记住了，客气了。”我看向那生面孔，这位同志也是村子里的人吗？没有见过啊，他叫蒙恬，田野的田，祖上就是蒙恬大将军，打得匈奴不敢来大秦的蒙恬。嬴政介绍道：“蒙恬，这是我跟你提过的先生，从村外而来，比我等有见识多了。什么见识多了？只是多读了几年书，又在外面多走了走而已。”我立马说道：“蒙恬见过先生。”他对我抱拳行礼，我也下意识抱拳回礼。卧槽，自己怎么也被同化了。蒙恬同志，以后我叫你老蒙吧。还有李四同志，我叫你老李吧，不然叫你们名字感觉怪怪的。主要还是你们的名字和你们先祖的名字太像，这让我以为自己在秦朝呢。我说道。蒙恬想说什么，被嬴政打断。也好，这样叫起来亲切一点，大家也会更加熟悉一点。村长英明，李斯附和道。蒙恬也开口：“村长英明。”嬴政摆摆手道：“先生，我能否看看你的炼铁炉？”当然没有问题，我也正好有一件事和村长商量，不知道先生要和我商量何事？嬴政问道。我回答道：“就是这个炼铁房的事情。你也知道，我主要是来支教的，也就是教孩子们读书识字，根本不会管理这炼铁房。可是我想到村子里现在没有什么铁器，就这么荒废了，实在是太可惜。所以，我希望村长能派人来管理这铁器房。这样一来，村民需要什么铁器都可以让铁器房的人炼制，而且还可以将生意做到别的村去，这好办。我不是给你找人来了吗？”嬴政笑着说道，随后招呼蒙恬：“蒙恬，你过来。”蒙恬向前走了2步，毕村长。在嬴政的眼神下，他改了口。嬴政满意的说道：“我知道你喜欢宝剑，如今先生将炼铁房之事交给你负责，你想怎么炼制宝剑都可以。你喜欢宝剑啊？”我惊讶道：“这年代喜欢宝剑的太少了，一般喜欢宝剑的人身手一定非常了得。”蒙恬眉头微皱道：“先生这话是什么意思？难道现在的人不喜欢宝剑了吗？这可是防身之物。”我叹口气道：“这宝剑在村里可能就是防身之物，但是在外面，宝剑已经成为管制品了，不是什么人都能拥有的。更加重要的还是现在宝剑已经不能用来防身了，所以大家都不喜欢用剑，而是用枪，一颗子弹直接打爆对方的头。就算宝剑是神兵利器也没有用，枪有那么大的威力吗？”蒙恬不屑地说道：“我知他误会了，老蒙啊，你口中的枪和我所说的枪是不同的。你所说的是这种长枪，有枪头，一般都是用来对付骑兵的。”我用手比划了一下，蒙恬说道：“难道先生所说的枪还有其他的枪不成？”我笑了笑说道：“当然是其他的枪，说是说不清楚的，还是直接给你们看比较好。”蒙恬惊讶道：“先生的意思是手上有你所说的枪吗？”“没有。”我说道，随后拿出手机。“可是我有手机。”嬴政和李斯眼中一亮，蒙恬却皱眉道：“这是什么？手机是什么机？为何我从来没有听说过？”“你没有听说过，那只能证明这里太落后，从来不和外面的世界接触，不然不可能不认识手机。”我打开手机，嬴政和李斯立马凑过来看。糟了，快没电了，能找到我的行李箱就好了，还能用充电宝充下电。我跟你们说，我可是足足带了5个充电宝，够用10几次了。充电宝。嬴政和李斯对视一眼，满是疑惑。我没开相册，直接打开了之前下载的一部枪战电影。这为何手机里的人会动会说话？嬴政震惊地问道。我随意回答道：“这叫做电影。”“老蒙，你过来，这就是枪。为了区别长枪，我们称之为火枪。”蒙恬看到手机里的画面，尤其是枪械瞬间击杀数十人的场景，震惊不已。嬴政和李斯也同样震惊。突然，手机黑屏了。哎，还是没电了。我遗憾地说道。嬴政急道：“先生，怎么没了？继续让我们看啊！”李斯跟着说道：“这就是火枪吗？为何威力那么强大？”我收起手机，村长同志啊，没电了，手机没电就没有办法使用，就像人吃饭一样，手机不充电是没有办法使用的。村子里没有电，所以我根本没有办法给手机充电。对了，村长同志不是经常去隔壁村？我将手机交给村长，去隔壁村帮我充电。我将手机塞到嬴政手里，他拿着，似乎不想还我，但最终还是塞了回来。先生，实在不好意思，这十里八乡恐怕没有人知道电是一个什么东西，所以还是等到我们帮先生找到行李箱再用这个手机吧。我拿回手机，哎，这手机没电就是一块板砖，算了，以后再说吧。好了，火枪已经给你看过了，老蒙，现在知道宝剑对外面的世界来说根本没有多大的作用了。蒙恬回过神来问道：“这外面的人手上都有这样的枪吗？”“怎么可能？”我说道，“现在都是法治社会了，这种杀伤性那么强的武器，怎么可能谁都能拥有呢？国家禁止百姓们拥有这种枪，不仅仅是枪，刀剑都不允许携带。如果拿着刀剑在街上闲逛，警察就会找你谈话。”蒙恬一脸疑惑，如果不让百姓们拥有这些武器，万一碰到土匪、强盗又该如何？我满头黑线。老蒙啊，说真的，你应该出村去走走，在外面已经没有强盗，没有土匪，歹徒是有，但是他们也不敢为非作歹。外面一片和谐，安居乐业，所有人都遵纪守法，
犯罪率可以说是非常低的。嬴政说道。蒙恬先生既然这么说了，那么外面的世界绝对如先生所说，但是这不耽误你喜欢宝剑。先生，你说是吗？我颔首道。村长说的对，每个人的爱好都不同，比如我的爱好是学习，有的人爱好射击，有的人喜欢跑车，难道大家的爱好妨碍了别人不成？老蒙，你如果喜欢宝剑，那么就打造一把好的宝剑。这些铁矿石还不是最好的矿石，打造的宝剑也只是一般的宝剑，最好能找到一些切钢铁，钢铁更加坚硬，打造的宝剑才能做到正在的削铁如泥。真的吗？蒙恬激动地问道。当然是真的，只是我对于辨别矿石不熟悉，这得你们自己来。最好的办法就是多打造一些宝剑。我说道。蒙恬神色一动，道：先生所言正是，只要让上千把宝剑互砍，迟早会出现一把削铁如泥的宝剑。我是这意思吗？算了，随他吧。村长同志，你们先参观一下这个炼铁房，有什么想问的都可找老李，他可是做了笔记的。我笑着说道。我去给大家做几道家常小菜。我拿着新铁锅进了厨房，开锅后便开始炒菜，用村民送来的食材，我做了一份红烧鱼、炒青菜、炒鸡蛋和羊肉汤，主食是小米粥。炼铁房里，嬴政和蒙恬正看着铁水惊呼。嬴政问道：为何朝廷的那些铸剑大师都不能将铁矿石融化成铁水？李斯回答道：回禀陛下，按照先生所说，这跟火焰有关系，而且现在的火焰还不是最热的。如果我们能找到一种叫做焦煤的煤炭，火焰的热度将会更高，到时候可以将世间任何的矿石都融化，就算是天上落下来的云铁也能炼化。好，发动朝廷一切力量将先生所说的焦煤找到。陛下不需要如此劳师动众，先生所说，我们目前只要能打铁就够了，焦煤暂时还用不到。既然如此，何不派遣一支队伍在大秦寻找即可？李斯回答道。嬴政想了想，点头道：所言极是。目前有了先生的打铁之术，可以将军队的青铜剑换成铁剑，这已经足够称霸世界了。陛下英明。李斯和蒙恬同时应道。陛下，微臣能否现在就铸造一把宝剑？蒙恬问道。他有些迫不及待了。嬴政看出了他的心思，说道：蒙恬，匈奴可不会因我们换了铁剑而被我们消灭，他们非常狡猾，我们进他们则退，我们退他们就进，每次我们正面和他们交锋的时候，他们就撤退，我们的战马就是跟不上他们，这是我们最大的弱点。狡兔三窟，可是匈奴何止三窟？为了让他们骚扰边关，朕才会浪费大量的人力物力修建长城。陛下英明。李斯和蒙恬同时说道。朕希望有生之年可以将匈奴彻底的解决了。嬴政说道。陛下，这件事可否询问先生？李斯开口说道。蒙恬狐疑道。丞相，你确定先生可以吗？李斯笑道。蒙恬将军，你可能还不了解先生真正的厉害之处。嬴政笑道。蒙恬，你要相信先生，如果这个世界上先生都不知道的话，那就没有人知道此事了。陛下如此看重先生，你马上就知道了。嬴政故意卖了一个关子，你先打造一把铁剑，然后去先生的房子询问关于匈奴之事。诺。蒙恬很快用模具铸出一把粗糙的铁剑。将军，这铁剑还需要打磨一下。帮忙的黑龙卫说道。蒙恬握着铁剑挥舞了几下，剑明锐利。嬴政赞赏道：好剑，真是一把好剑。虽然没有完成，但是能从他的声音中可以听出，这是一把绝世宝剑，比朕宫中的那些宝剑都要好。蒙恬欣喜地说道。陛下所言正是，这是一把绝世宝剑。如今只要按照此法，我们就能快速地制作这样的绝世宝剑。不错，没有想到先生这么快就给朕一个大惊喜。嬴政笑道。李斯跟着笑道。陛下可不止这些哦，还有匈奴之患哦。对，还有匈奴之患，哈哈。嬴政大笑起来。陛下恕罪，微臣却对此不这么认为。蒙恬说道。此子如此年轻，微臣实在看不出他有何本事，就说这炼铁之道，说不定是他运气好，从那一本典籍上看到的。呵呵。嬴政笑着说道。蒙恬，朕知道你担心先生又是虚浮之流，担心朕再次受骗。不过朕可以告诉你，这个先生虽然年轻，但是所见所闻是我等平生所未闻、所未见之事。还有，就算朕再次受骗，那么李斯呢？难道李斯这个旁观者也会受骗？陛下，臣只是担心而已。蒙恬说道。朕知道。嬴政说道。走，去问问先生匈奴之事，之后如果你还有怀疑，大可不必再来了。诺。蒙恬无奈地说道。李斯在一旁说道。蒙恬将军，你好不好奇自己的未来会如何？我的未来，丞相，我不明白你的意思。嬴政笑着解释道。先生博古通今，知晓未来，他算出朕会在明年东巡而亡，大秦更是20而亡。什么？他大胆！蒙恬怒吼道。他竟然敢诅咒陛下，诅咒大秦，实在是罪该万死。陛下，请容许微臣捉拿此贼。蒙恬将军不要激动。李斯连忙说道。他担心声音太大被秦安听到。嬴政脸色一沉道。闭嘴，你跟着就行了。诺。嬴政带着蒙恬和李斯来到我的院子，桌上已摆了几道菜。李斯，叫一下先生。嬴政说道。诺。李斯应道，随后大声喊道。先生，你在屋里吗？在。你们在外面先坐一下，我还有一份羊肉汤没有好。屋里传来了我的声音。嬴政笑道。我们过去坐吧。蒙恬，这可是先生发明的桌椅，坐下去还是挺舒服的。陛下，微臣闻着这香味，不自觉的口齿生津啊。李斯开口道。朕也闻到了，好像是桌上的菜香，跟御膳房所做的菜肴的香味完全不同。闻到此香味，朕的肚子都饿了。嬴政摸着肚子说道。蒙恬说道。君子应远离庖厨，这个先生竟然亲自做菜，微臣实在不明白他有何地方吸引陛下，等会你就知道了。嬴政说道。他坐下先尝了一口菜，好吃，真是美味。李斯、蒙恬，你们也试一试，这些菜真的很好吃，跟以往吃过的完全不同。诺。李斯和蒙恬尝了一口后，纷纷赞叹。来了。我端着羊肉汤从屋里走了出来，好香。嬴政三人同时说道。我将汤放在桌上，道：能不香吗？这可是羊肉汤，我知道村子里刚刚宰杀了一只羊，于是厚着脸皮从村民手上要了一些羊肉、羊骨头和羊杂碎，然后一同炖了起来。
虽然夏天喝羊肉汤会让人上火，但是偶然吃一下还是不错的。我给3人各盛了1碗。蒙恬说道：“先生，这羊杂碎也是能吃的吗？我们可都是扔掉的。”扔掉！我大吃一惊，你们实在是太浪费了。不管是羊杂碎还是牛杂碎，甚至鸡鸭狗猪的杂碎，我都是一种美食，扔了实在是太浪费了。你们如果不要，那都给我吧，我用来做卤味，卖出去可以大赚一笔呢。嬴政说道：“先生，这些东西外面的人都愿意吃，何止愿意，还花大价钱才能吃到。那我要尝一尝了。”嬴政端起碗就吃了起来。我也尝一尝。李斯跟着吃起来。蒙恬犹豫了一下，也吃了。嬴政赞不绝口道：“果然是美味。”李斯也放下碗道：“没有想到这羊杂碎所熬制的汤竟然如此美味。”也就那样。蒙恬放下碗说道。我笑道：“确实不怎么样。一是时间熬制的不够，二是调味料不足，没有将羊肉汤做到极致的美味。下次我再搞点调味料再给你尝一尝。不过老蒙啊，你和你的先祖蒙恬大将军比起来，实在差太多了。刚刚我看你喝羊肉汤时犹豫了，如果你先祖肯定会非常豪迈的一口气喝完了。”嬴政道：“先生还了解老蒙的先祖，能不了解吗？”我说道：“蒙恬深得始皇帝信任，被始皇帝派去北击匈奴，收复河南之地，威震匈奴，誉为中华第一勇士。可惜啊，扶苏被贬后就是跟蒙恬在一起的。当时扶苏被假诏书所骗时，蒙恬提醒过扶苏这诏书有可能是假的，还让扶苏前往咸阳找始皇帝对质。可惜扶苏不听，还是选择了自杀，真是愚蠢。”嬴政怒骂道：“既然已经有人提醒了，难道扶苏就不会想着先去咸阳吗？竟然愚蠢到自杀！”我说道：“这还不是始皇帝的错，正所谓养不教父之过。扶苏之所以有这样的举动，完全是始皇帝一手造成的。大胆！”蒙恬实在忍受不住了，始皇帝可是你随意可说的，你闭嘴！嬴政立马呵斥道。我被吓了一跳，这老蒙怎么回事？李斯连忙说道：“先生，你不要紧张，这老蒙一直是始皇帝为天，听到别人说始皇帝的坏话就会非常生气。”我回过神来道：“没事，我只是有些心痛而已。这里跟外面的世界接触实在是太少了，对外面的世界一无所知。老蒙，我知道你是蒙恬的后代，肯定一直以守护大秦、守护始皇帝为己任。可是不管是大秦还是始皇帝，都已经灭亡2000多年了。如今的社会，人民当家作主，国家和国际接轨后，经济、科技、百姓的生活都得到了质的提升。我说过，你应该走出村子，去外面的世界闯一闯，绝对非常值得。”什么？你说什么？蒙恬大吃一惊，不可思议地看向嬴政和李斯。嬴政点头道：“就是这样。你现在知道先生为何是先生了吧？”“喂，我知道了。”蒙恬在嬴政的眼神下改了口。李斯说道：“先生，其实老蒙就是一时间没有转过弯来，现在想通了，不会针对先生了。”我摆了摆手道：“没有关系了，我能理解老蒙的心理想法。守护了2000年的信念说没了就没了，这股失落感我以前也有过。老蒙，我告诉你，这股失落感需要自己走出来的，外人帮不了你。我只能告诉你，我既然来了，我就一定会帮助村里的孩子学到外面的知识，然后将村子的道路和外面的道路打通。如此一来，你们就能见识外面的世界，就会知道世界的变化有多大。”蒙恬有些懵，他看向嬴政和李斯。嬴政说道：“老蒙，先生知道的比你想象的还要多。你不是很在意匈奴之事吗？问下先生不就知道了？”蒙恬点了一下头，看向我，抱拳道：“先生，蒙恬也就是我的先祖，他是如何驱赶匈奴的？”我说道：“驱赶匈奴？蒙恬率领30万大军将匈奴赶走之后，就一直在修建长城，用长城抵御匈奴。可是这只是在蒙恬还在边关的时候有用，等到大秦灭亡后，匈奴就卷土重来了。秦朝覆灭后，天下进入了楚汉相争之局，匈奴趁中原无暇北部之机再度崛起，在领袖冒顿单于统帅下，四面出击，重新控制了中国西北部、北部和东北部的广大地区。等到大汉朝建立以后，匈奴已经彻底的成为了汉民族和平生活的重大威胁。匈奴数次入边境，小入则小利，大入则大利，攻城屠邑，欧掠畜产，杀戮族，十足的强盗，给西汉北方地区民众带来沉重的灾难，严重危害着中国北部边境的安宁。可恶，难道大汉朝没有派兵攻打匈奴吗？蒙恬大怒道。嬴政也怒道：“那个汉朝难道如此无用吗？实在是太可恨了。”我摇头道：“村长所言差矣，不是汉朝没有出兵，只是诸多原因造成了汉军的实力不如秦军，甚至汉高祖刘邦御驾亲征，可惜在平城被匈奴大军给围了。为了自救，汉朝前期只能采用和亲政策，也就是将公主嫁给匈奴单于，这缓解匈奴的袭扰，同时被大汉朝认为是奇耻大辱。确实是奇耻大辱。”蒙恬说道。嬴政跟着说道：“没有想到这么弱的汉朝也能将大秦给灭了，实在太难以让人相信了。”我笑道：“这说起来都是命，真正灭掉秦朝的气势不是刘邦，而是项羽。这件事说来话长，下次再说吧。我们先说匈奴之事。”嬴政颔首道：“也好。”我继续说道：“其实和亲政策并不能真的遏制匈奴的袭扰西北，汉朝的边患依旧相当严重，而和亲的政策也有好处，百姓们看到了朝廷的难处，民愤少了很多，为汉王朝整顿内政、恢复经济、发展生产、增强实力提供了必要的条件。经过几代皇帝的励精图治，使凋敝的社会经济较快的得到恢复，整个国家呈现出一片富庶丰足的景象。史记上记载着，汉兴70余年之间，国家无事，非遇水旱之灾，民则人己家族，都比邻宇皆满，而府库于货财。京师之钱累巨万，贯朽而不可校；太仓之粟沉沉相因，充溢露积于外，致腐败不可食。种树皆向有，马阡陌之间成群，可想而知，当时的大汉朝是多么的太平。”李斯说道：“大汉朝真的如此国富民安吗？”我说道：“当然是真的。如果不是靠着这70年的太平盛世，汉武帝刘彻怎么才能彻底的解决匈奴之患，彻底的打出了大汉的威名，更是流传着犯我强汉者，虽远必诛的口号。”
犯我强悍者，虽远必诛。嬴政三人喃喃自语道。我继续说道：至此以后，我们都以汉人自居，就算大汉灭亡了，我们都以汉人自居。逐渐的，汉人变成了一个民族，汉族，我就是汉族。嬴政道：那么说，大汉对后世的影响很大，很大，非常的大。我说道：最主要的还是汉武帝打败了匈奴，甚至将整个西域都囊入了大汉的版图中。蒙恬问道：先生，这个汉武帝是如何将匈奴给消灭的？汉武帝派遣了当时的2位大将过去，并以及卫青率领大军攻打了匈奴，总共发动了4次大战，分别是河南之战、漠南之战、河西之战和漠北之战。4次大战彻底的打怕了匈奴，占领他们大片草原，俘虏了他们绝大多数的有生力量，彻底的削弱了匈奴的势力，让他无力再对抗大汉。我的先祖也是将匈奴打怕了，可是最后还是威胁了大秦啊。蒙恬说道：不知道先生有没有办法彻底的解决匈奴之患？办法其实是有。我说道，而且不止一种。先生真有办法？蒙恬说道。我点头道，对于这个话题，在网上曾经讨论过，很多人都给出了办法。我将这办法归为了3类，一个是经济战，就是用经济让匈奴彻底的软化，也就是让蒙恬和匈奴做买卖，卖给匈奴们所需要的东西，和匈奴做生意。嬴政3人同时惊呼。我翻了翻白眼，道：你们这么紧张干什么？经济战而已，不过你们不知道也不为过。蒙恬问道：先生，一旦和匈奴人做生意，他们一定会购买大秦的粮食、盐、铁等物，到时候大秦卖给他们的物品养壮了匈奴人的军队，反过来又对付大秦，这岂不是资敌？我笑道：如果他们用钱来买粮食、买盐和铁，那可能会造成你说的那样。可是我们不要钱，我们要牛、要羊、要马，只有这些东西才能兑换。而且匈奴之地一到冬天就非常的寒冷，他们还需要酒，越烈越好。当然我知道秦朝的酒度数不高，算不上烈酒。老蒙，我问你们，匈奴为什么要攻打大秦的边关？蒙恬想了想道：当然是看上了大秦富饶的国土。对，也不对。我说道：他们确实看中了河西之地的丰富的草原，并不是整个大秦。说的简单一点，他们就是为了生活而已。和他们做生意，你可以将他们看成是一群牧民，专门为我们养马、养牛、养羊。我们需要他们的牛羊马的时候，就用粮食、美酒跟他们换，久而久之，他们不会再想着来边关骚扰我们，因为他们能生存下去。这个办法是最和平的办法。如果是和平的年代，这个办法是最好的了。但是到了古代，尤其是大秦，这经济战可能不是最好的。嬴政说道：先生，你为何会说不适合大秦呢？我说道：因为大环境，想要经济战，首先要重视商业，而重视商业的前提是农业要发达，也就是说，先要够吃，其次国家要足够强大，国内治安稳定，这2点大秦都没有。大秦重农轻商，应该说历朝历代几乎都是重农轻商，因为吃最要紧，吃都没有办法解决，又如何重商？先生说的对，那还有2个办法呢。嬴政颔首道。我回答道：第2个办法比较残忍，那就是杀。杀的不是匈奴士兵，而是匈奴人。只要看到匈奴的百姓，不是杀就是抓。这办法非常残忍，对匈奴来说非常的残忍。杀光匈奴人。众人再次一惊。我点头道：也可以不杀光，但是他们不能待在草原，要让草原彻底的变成无人区。草原上不能有人，也不能有任何的牛羊马，更不能有一粒粮食。匈奴大军为何每次在朝廷大军班师回朝之后又能快速的回来？因为草原上有他们的人。李斯试探性的问道。我颔首道：因为草原上到处都是他们匈奴部落，等他们回到了草原后，再次有了安身之处，又有了食物，所以匈奴大军根本不怕撤退以后回不来。我懂了，这是要掐断匈奴的粮草。李斯说道：只要草原地区没有匈奴的部落，那么匈奴大军回到草原后，没有了粮草供应，他们只能做出2个选择。一个和蒙恬的30万大军正面交锋，一个退出草原。可是草原的匈奴百姓不少，而且非常的分散，想要将他们全都抓起来或者杀了，这件事需要些时日。嬴政颔首道：虽然费些时日，但是这不失为一个办法。老蒙，你可以记一下。诺。蒙恬应道。我说道：这个不需要记，这不是最好的办法，先生还有更好的办法。蒙恬震惊地问道。我笑道：我不是归纳了3个办法，刚刚只说了2个，还有1个没说呢。嬴政跟着笑道：先生，你就不要卖关子了，没有看到老蒙着急的样子吗？蒙恬老脸一红。我笑了笑道：其实还有1个办法很简单，也很难，就是建造基地，建造一个移动基地，还请先生细说。蒙恬诚恳地说道。我说道：在我细说之前，我先问下大家，匈奴人为什么能想走就走，想来就来？蒙恬说道：因为匈奴的马比我们快。李斯说道：先生刚刚说过，草原上有很多的牧民给匈奴人提供足够多的粮草，所以每次朝廷大军离开草原的时候都会回来，然后骚扰边关。没错，我说道。所以我的意思是，在草原上建造一个移动基地，基地里有足够的粮草、牛羊马，这个基地跟随大军的身后，或者大军保护着基地一起前行，去追匈奴大军。虽然一开始找不到，起码能将他们赶走，一直赶到其他的地方。可是移动基地的粮草迟早会用完的。李斯说道。没错，我说道。所以在草原上我们还要建造其他的基地，其实就是粮仓，方便将粮食送去移动基地。而草原上的移动基地可以是好几个，不单单只有1个。根据地形的不同，移动基地也可以不同。至于移动基地的百姓，我建议匈奴百姓和大秦百姓一起，这有利于将匈奴百姓同化。先生，这移动基地需要注意什么？蒙恬问道。机动性，我说道，可以随时就能离开现有的位置，前往其他位置安营扎寨。刚刚我提过了，不同的地方就用不同的基地。草原上大家可以搭帐篷，可以放牛羊，这个非常见。可是沙漠上就不行，沙漠上需要骆驼。
因为骆驼能帮助大家找到水源，可以帮忙抵挡沙尘暴，最重要的还是可以当做坐骑，还可以当做运输工具。而移动基地真正重要的就是机动性，能跟上军队的步伐。我懂了，李斯说道。村长，老蒙，这移动基地就相当于匈奴的部落，匈奴的部落经常换地方，今天在这里，明天可能去其他的地方。如果硬要说有区别的话，那就是这个先生的移动基地，朝廷能掌控，匈奴的部落朝廷掌控不了。蒙恬说道。先生的主意是好，可是那匈奴单于非常狡猾，万一他们绕道而行，直接突袭移动基地，那该如何？我笑道。如果蒙恬不知道匈奴大军的动向的话，那就配不上中华第一勇士的称号。嬴政说道。老蒙，你先祖应该知道匈奴的位置吧？回禀村长，先祖知道，可惜匈奴的速度太快，加上途径沙漠，等到大军到达后，匈奴已经问讯逃走，而我军因为水源的问题，只能撤退。沙漠最大的敌人就水。蒙恬十分遗憾地说道。嬴政点了点头，道：确实如此。先生，不知道你有何办法解决这水的问题？我想了想道，水源我未必能找到，但是解决燃眉之急的方法还是有的，而且方法很简单，找到有植物的地方，然后将一把剑悬空吊着，剑底下放一个大碗，过一个晚上，碗里就有水了。这么神奇？嬴政惊讶地说道。先生，你这不会是巫术吧？蒙恬说道。巫术什么？我解释道。沙漠的早晚温差太大，加上沙漠的植物有储水的功能，一到了晚上，空气中就充满了水分，将剑悬浮挂着，就是因为空气中的水分会聚集在剑上，然后形成露出滑落在地上的碗里，经过一整晚的时间，差不多就能储满一碗水了，而这只能解燃眉之急，跟找到一条河完全不能相比。蒙恬兴奋地说道。足够了，这完全足够了，一天能喝一碗水，在沙漠中足够了，可以说是奢侈啊。如果再解决干粮问题，解决匈奴之患，完全不是没有可能。干粮，我笑着说道。可惜秦朝没有什么好的干粮，时间也储存不了多久，不像现在，想要什么吃的没有，时间更是能储存1年半载而不坏。尤其一种压缩饼干，小小的一块可以顶一天的量，就是味道不好。先生可会制作这压缩饼干？蒙恬问道。我摇头道。饼干倒是可以制作出来，但是这压缩饼干就不会了，这相当于将10块饼干压缩成1块，这技术一般人都不会泄露出来的。再说了，谁会想着去学这压缩饼干的技术？学会了也不会去制作，有这时间和这精神，还不如学一些有用的东西。蒙恬脸上有些抽搐。老蒙啊，先生的3个办法你都记一下，自己回去研究一下，想一想哪个管用。嬴政开口道。洛。蒙恬恭敬地应道。研究什么研究？我开口道。这都2000多年了，匈奴早就灭了，不断的跟其他人部族的人合并，再加上内乱，匈奴早就没了。再说了，我说的3个办法都是网上看到的，都是用现在的眼光想的办法。秦朝当时的形势能不能用这3个办法，谁也说不上来，就算那些专家也不行。怎么说都已经时隔2000年了。蒙恬尴尬地笑了笑道。先生说的对，可是对于匈奴之事一直是我先祖的遗憾，如今有办法了，起码也得分析一下，告诉先祖。也是，我点头道。不过现在我们不聊这个，直接吃饭吧，然后我再去打造一些家具。嬴政说道。对，我们先吃饭，然后看先生打造新的家具。洛。饭后嬴政看我打造了几件新家具后，就回咸阳城了。蒙恬跟随嬴政一起前往咸阳宫里。蒙恬问道。陛下，先生真的是从未来而来？10有8九。嬴政沉声道。他知道朕的皇陵在哪里，他还知道徐福就是一个骗子，金丹有毒，尤其是那手机那么神奇，你见过吗？微臣没有见过。蒙恬说道。何止你没有见过，在大秦的所有人都没有见过手机。嬴政说道。所有朕相信他不是未来之人，就是仙人，通晓未来2000年的仙人。如今朕已经派遣了黑龙卫去将整个村子都保护起来，本来朕打算让你率领30万大军前去对付匈奴，如今有了先生的办法，你暂时不用去了，你和其他人商量一下先生的对策，然后给朕一个详细的计划，你再指派一个大将前去边关。洛。蒙恬离开后，章邯来了。微臣参见陛下。章邯行礼道。不用多礼了。徐福如何了？嬴政问道。章邯回答道。他死活不承认自己骗了陛下，并且用家族的命发誓，朕实在是太小看他了，竟然敢用家族的命发誓，朕就成全他。嬴政冷笑道。海船征用的怎么样了？已经征召了3艘。章邯说道。3艘？嬴政冷笑道。够了，3艘够用，走，跟朕去见一见徐福最后一面。洛。徐福此时在皇宫里坐立不安，今天章邯找他，告诉他金丹有毒，陛下很生气，他连忙用全族性命发誓，开门，我要见陛下，开门，我要见陛下。徐福在屋里大喊，门外的黑龙卫充耳不闻，就在他喉咙嘶哑时，听到了声音，参见陛下。徐福激动地跪了下来，大声喊道。微臣参见陛下。嬴政冷笑道。微臣不应该是罪臣吗？陛下，微臣没有欺骗陛下，也不敢欺骗陛下。金丹确实有延年益寿之效，海外仙山上确实有长生不老药。徐福立马说道。徐福，到了现在你不肯说实话，难道真的不怕镇江的你灭族吗？嬴政狠声说道。陛下，微臣一直说的都是大实话，根本没有欺骗过陛下，也不敢欺骗陛下。徐福说道。船阵已经准备好，只有3艘海船，没有3000童男童女，也没有金银财宝，只有你和你的族人。嬴政冷笑道。不可啊，陛下。徐福将头埋在了地上，惶恐地说道。陛下，这3000童男童女不是给微臣的，而是给海外的仙人的，这代表了陛下的索要长生不老药的决心，对仙人的诚意。没有这3000童男童女和金银财宝，恐怕微臣就算去了海外也得不到长生不老丹。嬴政的脸上布满了杀意，难道朕的诚意、朕的决心都还不够吗？朕为了给你徐福炼制金丹，国库的东西你随意取用，国库没有，朕也会全国搜索，保证你所需要的东西一定找到。
整个大秦都在为朕的长生不老而付出所有。如此，你敢说朕没有决心，没有诚意？微臣不敢。徐福连忙解释，微臣当然能感受到陛下的诚意和决心，可是这3000童男童女不是给微臣的，而是给海外仙人的。海外仙人要受到陛下的诚意和决心，非这3000童男童女不可。如果没有这3000童男童女，微臣就算去了海外，见到了仙人也得不到长生不老药。还请陛下不要因为这3000童男童女而耽误了得到长生不老丹的大事。一旁的章邯心道：好家伙，这都什么时候了，还想着3000童男童女？你确定这海外有仙人，有长生不老药？嬴政问道。章邯心中一慌，陛下这是什么意思？徐福一听，内心狂喜，陛下，微臣十分的肯定海外有蓬莱仙岛，仙岛上住着仙人，仙人手上有长生不老药，只要微臣坐船前往蓬莱仙岛，必定能为陛下取得长生不老药。徐福非常仁正的说道。哈哈哈！嬴政怒极反笑。徐福，朕告诉你，已经有人证明你炼制的金丹有毒，不可能，这绝不可能。徐福说道。臣不敢给陛下下毒，就算给臣1万个胆子都不敢。微臣炼制的金丹虽然不能长生不老，但是有延年益寿之效。陛下每次服用金丹后，都是容光焕发，体力充沛，这就是最好的证明。而且臣愿意和说金丹有毒之人当面对质，希望陛下成全。嬴政想了想道：这件事让朕再考虑一下，你暂时就待在这里吧，哪里也不用去。诺。徐福顿时兴奋地应道：什么？陛下不打算处置徐福了？章邯心中满是疑惑，他跟上嬴政。陛下，章邯问道：为何不处置徐福？嬴政冷笑道：朕什么时候说过不处置他？那刚刚陛下为何还要考虑？难道陛下打算带着徐福去见先生？章邯说道。见先生？嬴政冷笑道：他也配？章邯，朕知道你的意思，只是朕不能从徐福口中听到他欺骗朕，朕始终有些不甘心。可是这徐福死咬着自己没有欺骗陛下，微臣也拿他没有办法。章邯说道：金丹确实有毒，但是并不能马上让人死去，只是毒死了一些鸡鸭，恐怕徐福早就想好了对策，所以一直有恃无恐。朕知道，本来这件事朕可以询问朝中那些大臣，可是不行，朕不能让他们知道朕被骗了，不然朕的英名将会丧失殆尽。嬴政愤恨地说道：那陛下可以去问先生了。章邯说道：先生一定有办法。嬴政点头道：你说的不错，这件事只能找先生了，他绝对有办法。明日你跟朕一起去。诺。就在此时，赵高小跑了进来，参见陛下。嬴政微微皱眉道：赵高，何事如此慌张？回禀陛下，有一卢生不知好歹，当街辱骂陛下，奴才已经派人去将他抓回来。扶苏在受到章邯和淳于越的影响后，今日去了一趟大牢探望了那几个儒生，在大牢里那几个儒生却一直求着扶苏救他们，让原本就悲天悯人性格的扶苏给搞得不知所措，最后心软答应救那些儒生。扶苏回到了府上，找来淳于越，先生，我还是打算去救那些儒生，看着他们就这么白白的就被处死，我实在于心不忍，还希望先生能为我想想办法。淳于越立马着急地说道：大公子，万万不可啊！大公子，那些儒生是为了儒家的大义而牺牲，死后会流芳百世，大公子如果去救他们，那么儒家的大义将无人知晓。如今大秦上下所有人都知道陛下推行儒家，儒家在陛下面前完全无法发扬光大，所以我以及儒家所有人都决定帮助大公子。未来大公子登基以后，希望能推行儒家的仁政，实行大周的分封制，以礼治国，这可是造福万民的大事。因此我希望大公子能三思而后行。如今大公子惹怒了陛下，正如章邯所言，陛下已经有贬大公子的想法，此时大公子再惹怒陛下，恐怕大公子真要去边关了。为了儒家，为了天下百姓，还请大公子三思而行。扶苏面露犹豫之色，淳于越知道自己只能点到为止，他的目标是傍上扶苏，让儒家成为百家之首。扶苏挣扎了很久，最终说道：多谢先生提醒。扶苏险些酿成大错，大公子能认清楚大局，我非常高兴。走，我们继续去学《论语》，圣人之言绝不会错。淳于越笑着说道：诺。他们不知道，一场针对儒家和扶苏的阴谋正在酒馆内发生。一个叫卢生的书生大骂嬴政后逃走，这些话很快传开，被赵高告知了嬴政。嬴政得知后大发雷霆，混账，竟然敢辱骂朕！章邯，你现在就去将儒生给朕抓起来。陛下，此事可能有阴谋。章邯说道。嬴政沉声道：你想说什么？你想说那个辱骂朕的卢生背后有人不成？赵高内心一惊，章邯看了赵高一眼，心中起疑。嬴政说道：章邯，朕说过，朕相信赵高，多谢陛下信任。赵高高兴地说道。章邯无奈道：陛下，其实这件事先生也提过，微臣之所以马不停蹄地连夜回咸阳城，就是因为听说了此事，又是那个先生。赵高内心愤愤不平。嬴政疑惑道：章邯，把事情说清楚，先生到底是如何跟你说的？诺。章邯将秦安说的2种说法说了一遍。嬴政心中一动，原来历史上正是因为这个将扶苏贬去边关的。陛下，赵高说道，就算那先生真的算准了一切，可那辱骂陛下的卢生也一定要抓住，不然天下人人都可以卖陛下，陛下的威严何在？嬴政心神一动说道：你说的不错，先生说了扶苏会为那些儒生求情，但是朕既然已经知道此事，扶苏就不会去边关，陛下英明。赵高立马说道，他心中却恨透了章邯和那个先生。章邯，你去将辱骂朕的卢生抓起来，仔细询问。嬴政说道。诺。章邯应道。可是微臣怕这卢生正如先生所说已经跑了，
微臣是否要将其他的儒生都抓起来？陛下，小人觉得不管是儒生有没有逃走，凡是听了儒生辱骂陛下之人都要抓起来，那酒馆都要被查封。赵高说道：只有这样，百姓们才不会再次辱骂陛下。就算有人真敢，那么也没有人敢听，甚至会主动将其抓获交给官府，最后交给朝廷处置。嬴政微微点头道：赵高说的有道理，朕之威严不可亵渎，朕之名声不可被污。赵高，你就协助章邯一同去抓人吧。诺。赵高立马应道。章邯狐疑的看了赵高一眼，旋即应道：诺。刚走出殿外，章邯就说道：赵大人，你先去，我还有一件事忘记和陛下说了。好。赵高应道。他带着一队禁军出宫了。章邯再次面见嬴政。陛下，如果是阴谋，就算陛下不派人去抓那些儒生，大公子也应该很快就知道了此事，不如让微臣去抓通知大公子之人。嬴政神色凝重地说道：务必抓到此人。另外，这件事你交给心腹去做，切记不可让其他人知道此事，尤其是赵高。章邯沉声问道：陛下，您这是怀疑赵高要不要微臣？他做了一个斩首的手势。嬴政摆手道：不用，赵高从朕在赵国为人质时就跟着朕，当朕回到大秦后，赵高又一直陪着朕，在朕被吕不韦架空权力时，多亏了赵高一直给朕打气。章邯说道：陛下有如此成就，那是因为陛下英明神武，天命所归，再加上60先王为陛下积累了雄厚的资本，最终陛下才能一统6国，跟赵高完全没有任何一点关系。算了，这件事情你是不会懂的，你下去做事吧。诺。章邯安排心腹去监视扶苏府，然后去追赵高。赵高离开皇宫后，第一时间派人去了胡亥府上，然后才率禁军前往一家酒馆实施抓捕。章邯赶到时，赵高已将酒馆内所有人抓了起来。为何抓我？我爹可是点客杜卿。一个青年挣扎地说道。我爹是谏议大夫王钦，我爹是中大夫李想。赵高冷笑道：那又如何？我可是奉了陛下之令，捉拿辱骂陛下的儒生以及听儒生辱骂陛下之人。你说什么？我可没有听儒生骂过陛下，你休要栽赃！青年怒道：有没有听过？我自然会查。现在把所有人都带走。赵高沉声道。章邯走进酒馆，找到赵高，沉声道：赵大人，你下手真快啊！我都还没有打听到那座酒楼，你就已经将人抓了起来，佩服。赵高神色一动，笑道：这多亏了我的下人，他告诉我的。原来如此。大公子扶苏府上，扶苏正要休息，下人禀报：公子18，公子求见。18弟，这么晚了找我，不知何事，快有请。扶苏自言自语了几句。诺。不一会儿，胡亥见到扶苏，见过兄长。扶苏笑道：18弟不用多礼，这么晚了找为兄所谓何事？胡亥说道：兄长不好了，父皇抓了很多儒生，怎么回事？扶苏问道。胡亥将儒生辱骂嬴政的事情说了一遍。扶苏闻言，立马说道：竟然有这事，我现在就去找父皇，多谢18弟相告，为兄就不留你了。好。胡亥应道：不过兄长可否不要告诉父皇，此事是小弟告知兄长的。扶苏笑道：放心，我不会说的，我只会告诉父皇，这是一个儒生告知我的。咸阳宫，章邯和赵高回来复命，抓了多少人？嬴政问道。一共130人。赵高回复道：只是小人还没有审问过那些人。章邯作揖道：回禀陛下，这件事不如交给微臣来处理。不用，让赵高来吧。嬴政说道：你是朕的黑龙卫首领，职责是保护朕，其他的事情交给赵高吧。诺。章邯应道。赵高立马说道：陛下放心，小人一定审问出儒生和那些听了儒生辱骂陛下的人。你从来没有让朕失望过，这次也不要让朕失望。嬴政笑着说道：诺。去吧，尽快给朕审出来。诺。赵高离开后，嬴政问道：有谁去过扶苏那里？回禀陛下，还未知。章邯回答道：快去调查。嬴政说道：诺。章邯出宫寻找心腹，却在宫门附近见到扶苏。大公子，这么晚了找陛下有何事？章邯问道。章邯将军，你可知道有儒生辱骂父皇之事？我知道。章邯说道，随后将事情来龙去脉说了一遍，只是隐去了嬴政的怀疑和秦安之事。原来如此，我现在就去找父皇，让他将审问之事交给我。扶苏说道。眼见扶苏要离开，章邯立马问道：大公子是如何知道此事的？这么晚了，大公子应该已经休息了才对。扶苏回答道：一个儒生通知我。张将军，你这是在审问扶苏吗？还是你认为扶苏就是那个辱骂父皇的儒生？微臣不敢，请大公子息怒。章邯立马作揖道。扶苏不想再理会章邯。扶苏来到嬴政面前，儿臣参见父皇。嬴政点了一下头道：你是为了辱骂朕的儒生来求情的？扶苏大吃一惊，旋即说道：父皇明察秋毫，儿臣佩服。儿臣确实是为了儒生来求情的。在你求情之前，朕问到你，他们骂朕，你心中是如何想？是不是觉得朕被骂是活该？嬴政问道。扶苏神色一紧道：父皇明察秋毫，已经认识到了大秦如今的律法太过严苛，所以导致百姓们谩骂父皇，此乃大秦之幸。嬴政的怒火一下子就来了，沉声说道：混账！大秦的律法可是先辈们定下的，当年商鞅变法后所成立，他帮助大秦从弱国变成了强国，又从强国统一6国。如今你竟然说大秦的律法太严苛了，父皇此言差矣。扶苏说道：虽然秦律帮助了大秦，可是现在大秦的大秦已经不是当初的大秦，如今大秦一统6国，百姓增多无数，一直沿用现在的秦律，百姓们已经过得非常的困苦，苛捐杂税更是增加了百姓无数的负担。儿臣认为有人骂父皇，那是对大秦的认可，只是希望父皇这个一国之君能做得更好。住嘴！嬴政愤怒地吼道：你的意思是他们辱骂朕是对的，都是朕的错，而且是想让朕这个皇帝做得更好。好，你真是朕的好儿子。父皇，儿臣恳请父皇放了那些儒
生。就算父皇真的要惩治辱骂父皇之人，那也只要抓那辱骂父皇之人，跟其他的儒生没有任何关系。扶苏说道。嬴政冷笑道：“有没有关系不是你说的算的，赵高自然会调查清楚。现在你给朕回去，朕不想看到你。”父皇！扶苏大惊道：“滚！”嬴政怒吼道，甚至将手里的竹简扔向了扶苏。扶苏见状，立马跪了下来，惹父皇生气，这是儿臣的错，儿臣愿意受到父皇的任何惩罚，就算让儿臣去边关，儿臣也认了。但是有一件事，儿臣不吐不快，你还有话说？好，你说，朕让你说个痛快。嬴政怒道：“父皇，如今大秦律法过分的严苛，百姓们怨声载道。如今咸阳城的百姓都已经食不果腹，儿臣建议父皇大赦天下，释放骊山劳工和边关修建长城的劳役，实行仁政，让百姓们休养生息。如此一来，大秦才能万世长存。”扶苏说道。嬴政的脸色变得铁青，缓缓说道：“愚蠢，真是愚蠢！朕怎么生了你这个愚蠢的玩意？如果不是朕知道你去了边关后会是什么结局，朕始终认为让你去边关跟着蒙毅是最好的决定。父皇，您要儿臣去边关，儿臣就去边关，只要父皇能实行仁政，儿臣愿意奉上这条命。”扶苏说道。哎，嬴政看着扶苏一脸认真的表情，叹了一口气道：“朕知道你这是受了淳于越这群酸儒的影响导致的，所以朕决定重新给你找一个先生，人选朕已经决定好了。父皇，淳于越先生所教乃是仁政，儿臣并没有觉得哪里不好。”扶苏立马说道。嬴政冷笑道：“他好与不好，自有后人评断。至于你，朕不想和你多解释，你可以离开了。朕派人叫你之前，不允许出府一步，不然朕就会让骊山50万劳工的命来为你的行为负责。”父皇！扶苏大惊，再不走，朕现在就下令。嬴政脸色阴沉地说道。父皇息怒，儿臣现在就告退。扶苏立马离开了皇宫，他有理由相信嬴政会说到做到。章邯回到了皇宫，路上看到了失魂落魄的扶苏，见过大公子。张将军，大公子可是因为那些儒生而感到难受？扶苏叹口气道：“非也，是父皇。哎，父皇竟然用骊山50万劳工的命来逼我，让我不得再出府。”章邯颔首道：“陛下真是英明，如果公子再出府，一定会再次惹怒陛下。张将军，难道我进言仁政有错吗？我让父皇少遭杀戮有错吗？”扶苏说道。章邯叹口气道：“大公子，微臣的眼见分不清你和陛下之间孰对孰错，微臣还要去复命，告辞了，告辞。”扶苏失魂落魄的回府，淳于越得知后立马上前询问：“大公子，听闻你去见了陛下，陛下可否为难大公子？”扶苏摇头道：“父皇让我不要出府，不然骊山50万劳工将会承担我抗命的后果。”他将在宫里发生的事情说了一遍。淳于越苦笑道：“大公子，我果然没有算错，大秦想要实行仁政，只有等大公子登基后才可以，大秦的未来只能靠大公子了。哎呀，我忘记正事了。”扶苏突然说道：“我忘记给那些人求情了，辱骂父皇的是儒生，其他人并没有错，我现在就去向父皇求情。大公子忘记了陛下的命令。”淳于越立马提醒。扶苏刚迈出的脚步又缩了回来：“我真是该死，大公子已经尽力了，这不是你的错。”淳于越说道：“这件事情恐怕我们已经无力回天了。”咸阳宫，章邯将监视结果禀告给嬴政。嬴政微微皱眉道：“你确定是胡亥去见扶苏了？”微臣保证，派去的人乃是黑龙卫高手，他们不敢欺瞒陛下。章邯说道：“朕知晓了，这件事不可外传，让那黑龙卫闭上嘴巴。”嬴政淡淡的说道。诺。没过多久，赵高也回来了，参见陛下。不用多礼。嬴政沉声道：“审得如何了？”回禀陛下，小人一共审出428名犯人，他们都参与了辱骂和倾听辱骂陛下之事。赵高说道：“做得好，该赏。”嬴政说道：“谢陛下。”赵高脸色一喜，问道：“陛下该如何处置那些犯人？”不急，此事交给章邯处理。嬴政说道：“对了，赵高，最近胡亥的功课如何了？”回禀陛下，18公子已经开始接触案件了，用不了多久就能亲自审理案件了。赵高微笑道：“很好，胡亥在你的教导下，绝不会让朕失望的。”嬴政说道：“陛下放心，奴才一定会好好的教导18公子，然后为大秦做出贡献。”赵高说道。嬴政点了点头道：“赵高，你做得很好，可惜扶苏被儒家之人教导成什么样子，朕现在恨不得杀了淳于越这老匹夫。陛下，不如让奴才去处置淳于越。”赵高说道。章邯微微皱眉，这淳于越一死，大公子一定和陛下反目成仇。陛下，此事万万不妥。淳于越身为博士，对大公子还有教导之恩，如果现在就处置淳于越，只会对大公子的名声受损，不如让大公子跟先生学习吧。章邯说道：“这件事你已经提过了，朕也想过了，贸贸然的将扶苏带去见先生，恐怕先生未必会答应，不如明日朕先去一趟村子，询问一下先生的意见再说。”嬴政说道。诺。赵高再次听到先生，心中好奇又忌惮，这人好像破坏了自己的计划。赵高眼珠子一转，说道：“陛下，那先生能让陛下尊称一声先生，他的能力一定毋庸置疑的，奴才也很想见识一下。”哈哈，嬴政笑道：“你啊，有机会的，朕还想让你去伺候这位先生，让奴才去伺候这先生。”赵高一惊，嬴政笑道：“不要这么惊讶，能伺候先生是你的福气，如果不是你伺候人比较仔细，让人舒心，这样的机会还轮不到你呢。只要是陛下命令，微臣就愿意去。陛下明天不是就要去吗？不如奴才明日跟陛下一同前往吧。”赵高说道。嬴政笑道：“下次吧，这次朕要先探探先生的底才行。”诺。赵高微笑的退到一旁。
心中却泛起一抹狠厉，这人可能会威胁我的地位。第二天，嬴政和章邯出发前往赵家村。我在赵家村发现，整个村子除了我的房子是砖瓦的，其他都是茅草屋，没有学校，我就没法教书。于是我打算建造砖瓦厂和水泥厂。一大早就找上了李斯先生，有何事？李斯问道。我说道：老李啊，你有没有发现，整个赵家村茅屋居多，只有我的房子是砖瓦砌成的，这有什么问题吗？李斯说道：这10里8乡的村子几乎都是茅草屋或者黄泥所砌成的，只有村长的房子才是用砖瓦砌成的。这就是太落后，外面的村子哪一户人家住着不是3层小洋房、茅草屋，也就是封建社会的时候会。我说道，外面的世界百姓们生活都那么好吗？那可不，只是我们这里的山路太难走了，想要打通你们村子和外面的道路，最少也需要3年的时间，甚至更久。当然，如果政府愿意花大价钱的话，当然能更快的完成。可是政府明显没有这样的打算，恐怕跟你们村子的地理环境有莫大的关系。我说道：是的，应该是的。李斯尴尬的说道，擦了擦额头的冷汗，他赶紧转换话题：先生，你找我来不会是为了说外面的事情吧？哪能呢？我说道，我来找你是想问一下，我打算在这里建造一个水泥厂和砖瓦厂，这砖瓦厂是否就是砖瓦作坊？李斯问道。我愣了一下，随后说道：差不多吧，不过作坊是古代的叫法，现在叫工厂了。作坊人少，工厂人多，一般来说工厂都有上百人。当然小工厂也有，只需要几人或者几十人就够了。李斯点了一下头，先生，那水泥作坊又是什么？我从来没有听说过。水泥作坊是一种修桥铺路以及盖房子所用的最佳利器，制作水泥一定要戴口罩，不然水泥吸入身体里面会对身体造成损害，所以制作水泥工厂之前还需要口罩，不知道你们能不能买到口罩？这口罩又是何物？李斯问道。我顿时一阵头疼，我怎么忘了？这个村子非常的落后，口罩就是蒙住自己的口鼻，防止将有毒的气体吸入人体中。我说道，没有口罩，用毛巾也行，这个方便，只是这水泥该如何制作？我笑道，这个我还真懂，我学过水泥的制作，配方和工厂的条件我都已经写了出来。因为你们没有机器，所以一切都只能靠人力，这个没有问题，人力我们还是有的，而且就只是制作水泥盖房子所用。那么村子里的人够用吗？李斯说道。是的，其实也不需要那么多人，一切只要合理安排就行。这个就是水泥制作的方法和工厂所需要的东西。李斯有些迫不及待地接过我手上的白本，上面是我写的简体字，他不认识。我们开始了一问一答，我很无奈，这里的人识字程度堪比教授，好在我教的只是孩子。经过我详细的讲解后，李斯算是听明白了水泥的制作步骤，他打算将任务交给下面的人去做，并先把我写的简体字翻译成秦传。就在他翻译时，嬴政和章邯来到了赵家村，参见陛下。不用多礼，以后叫朕村长，叫章邯为队长。落。两人前往我的住处。李斯得知嬴政来了，兴奋地拿着水泥制作方法前去邀功。见过村长。不用多礼。嬴政点头道：先生可有什么新的想法？李斯双手奉上翻译好的方法，这是先生刚刚给我的水泥制作方法。先生说这水泥可以修桥铺路，可以用来建造房子，而且先生要求在村子里建造砖瓦作坊和水泥作坊，准备让全村人换成新的房子，和外面差不多的房子。外面的房子。嬴政兴奋道：莫非是先生世界的房子？是的，村长。李斯兴奋地说道：这个水泥的神奇之处就是用它修的路不会出现坑洼，不像现在的官道，一旦下雨就到处都是坑洼积水，泥泞不堪，如此神奇。先生是这么说的。李斯回答道。嬴政颔首道：既然先生说的，那8、9不离10了，走去找先生。落。旋即3人来到了我的院子，我正忙着捡树皮树叶。先生，你拾取这些树皮树叶有何用？当柴烧吗？嬴政问道。村长，你来了。我放下手上的火，笑着回答道：这些东西看起来是垃圾，没有任何作用，但是我可以将它们变废为宝。变废为宝？先生如何将其变废为宝？嬴政问道。我回答道：我要利用它们做纸。这村子里都用竹简，而我不会用竹简，而且我每次使用都浪费1块白布，这太奢侈了，所以我打算实验一下，看看能不能做出白纸出来。那我就恭祝先生早日做出白纸来，应该没有问题，除非书本上教的是假的。我说道。嬴政不由得担心地问道：那书上的内容会不会是假的？呵呵，我笑了起来。村长，这是不可能的。你可知道这书本印刷了多少本？几万本吧。嬴政试探性地问道。我摇了摇头道：几万本。村长实在是太小看外面的世家了，现在一般畅销的书都能印刷几百万本，而教科书更是能印刷上1本，几乎每个人学生基本上都人手1本。上1本。嬴政3人顿时懵了。先生，李斯开口道：你没有搞错吧？上1本需要那么多吗？老李，你这就不懂了，这是教科书上的内容，每年都会重新印刷，然后交给学生，而每年都有新的学生出现，所以一年一年的加起来，别说上亿了，10几亿都有，再加上国外的学生，可能每年都有需要印刷上1本。我告诉你们，现在我们华夏已经有16亿人口，全世界已经超过60亿了。卧槽，华夏有16亿人，全球60亿人。嬴政3人再次懵了。嬴政看向李斯，李斯仿佛看懂了眼神，说道：大秦时期好像人口只有1000多万吧。我说道：那是古代，医术落后，农业落后，教育落后，什么都落后，能有那么多人已经算非常多了。现在不管什么都非常先进，以前富人生一个孩子犹如去了一趟鬼门关，而且不是能将孩子生下来，很有可能会1尸2命。可是在现代，除非特殊情况，不然都会安全的将孩子生下来，并且母子健康。外面世界的医术如此先进了吗？嬴政问道。那当然，没有现今的医术，人又怎么能活到90岁呢？当年始皇帝与其相信方士的话，
不如相信一家，起码你生病的时候，一家会帮你治病，让你减少痛苦，说不定也能活到70、80岁，甚至90岁也有可能。我说道。先生所言有理。嬴政点了点头。先生说起方式，我想起了徐福。如果始皇帝知道徐福是骗子，可是又没有办法证明他是骗子，不知道先生有没有办法可以让徐福自己说出来，承认他自己就是一个骗子？我微微皱眉道：村长同志，为什么你会提出这么没有根据问题？先不说这是2000年前的事情，最主要的还是始皇帝为了长生梦不可能会怀疑徐福。嬴政尴尬地笑了笑，李斯便说道：先生，其实村长就是一个假设，如果碰到一个自己怀疑的人说假话骗自己，用什么方法能最好的让对方亲口承认自己说了假话？我想了想说道：办法还真有，这个在电视上也演过很多次。什么办法？嬴政问道。我回答：其实方法很简单，只要让对方放松警惕，然后再让一个同样被怀疑的人去套对方的话就行。假如始皇帝得知徐福就是一个骗子之后，先让徐福放松警惕，然后再告诉徐福自己又找了一个方式，能力不比徐福差，他也能在海外找到蓬莱仙为始皇帝求得长生不老药，而且只要500童男童女，还不需要任何金银财宝。于是他和徐福关在一起，让另一个人直接承认自己就是一个骗子，但是始皇帝就是相信他，同时说徐福也是一个骗子。徐福会的把戏他都会，如果想让始皇帝饶过徐福，那就要让徐福告诉他如何欺骗始皇帝的。相信别无选择的徐福一定会说出自己如何欺骗始皇帝，只要始皇帝在暗处偷听，不是暗处观察，一定能听到他想要听的话。村长同志，如果你怀疑你的手下，不妨按照我的办法，找个卧底，这个卧底是你手下的人，但是平常不怎么在乎你，我觉得老李就可以了。李斯翻了翻白眼，嬴政说道：老李是我信任的手下，他的话对方会相信吗？请去掉吗？我说道。刚刚我说的是出其不意，所以用的是你不怎么看重，或者说平平无奇的手下，而让老李前去，那是需要有一件事导致你突然对老李很失望，然后当众辱骂他，紧接着一段时间，你会提拔另外一个人，将老李架空，最后慢慢的不重用老李，那时候老李在你怀疑的对象前大发你的牢骚，并且说你坏话，如此一来，你怀疑的对象就会慢慢的信任老李，最后将老李拉入他们的一伙里，如此一来，你想要的结果就会出现，而且这招几乎是100试100灵，没有人会不上道的。多谢先生赐教。嬴政兴奋地说道。章邯说道：先生，你上次说大公子扶苏会因为2种可能而被始皇帝贬居边关，会不会2种可能都会发生啊？我摇头说道：这个就不知道了，因为事隔2000了，但是史书上既然记载了2种可能，说不定2件事都会发生，而且时隔不会太久，说不定也就1、2天的时间。扶苏因为连续2次向始皇帝求情，所以让始皇帝的怒火一下子爆发出来，最后将扶苏发配边关，导致他们永世不得相见。嬴政心中咯噔一下，不由得看了章邯一眼，旋即问道：先生，那史书上写着的到底是一个叫卢生的人骂始皇帝，还是一个儒生在骂始皇帝？我笑道：当然是一个叫卢生的人了。嬴政的内心顿时充满了怒火，果然是卢生。请问先生，史书上可有些这个卢生到底是受谁指使的？嬴政再次问道。这倒没有，我说道。对于历史而言，这只不过是一件小事而已，怎么可能写得那么详细？再说了，始皇帝的史官怎么可能会写出这件事来？这不是得罪了始皇帝和未来的秦二世吗？嬴政颔首道：先生说得对，对于历史而言，这确实是一件小事。对了，今日我前来是想询问先生收不收弟子？我收学生啊，我来这里的目的就是支教，也就是教导村里的孩子。其实不管是谁，你们想学我都可以教，只不过我是以孩子为优先考虑。我说道。嬴政回答道：其实是这样的，我儿子回来，听说村子来了先生这样的一个大才，很想跟着先生学习。村长的儿子从外面回来了吗？他是不是在外面求学啊？我问道。哎，求什么学啊？只是在附近的村子里跟着一个所谓的儒家大儒学习，学了什么周礼、无为而治等等，让我十分的头疼。先生来了以后，我就派人告诉犬子说村子里来了一个大才，所学知识比之那大儒强上好几百倍。犬子被说动了，现在马不停蹄的想要回来拜师，快的话明日就能到，慢的话后日，不知道先生能否收了犬子？嬴政说道。我回答道：村长啊，我刚刚说了，任何人想学都可以，不过现在学校都没有，我们第一目标是盖学校，然后造纸印刷书本，最好能找到我的行李箱，这样一来，很多资料我可以直接上手让人刻印。现在呢，只能我凭借记忆将教学资料写出来。如果你儿子有些学识的话，还可以帮我的忙，只是不知道他学的是秦传还是简体字，我还是比较关心这点的。万一又来了一个只学秦传不学简体字，那这个帮手等于没有帮手一样。嬴政不明白简体字，一旁的李斯在他耳边轻声解释：先生，我儿学的就是秦传，不知对此是否会对先生收我儿为徒有影响？嬴政问道。那倒是没有影响，我说过了，只要大家想学都可以学，因为我是支教的关系，所以我是免费的，国家会给我钱，你们完全不用担心教学费用。你们学会以后不管去了外面还是在村里，都能为村子做出贡献。还有，我很是好奇，这老李在村里是做什么？不会是会计吧？帮助村长处理财务上的事情。我看向了李斯。对，嬴政立马说道。李斯说道：村长放心，我会将村子里的财务算得明明白白。嬴政颔首道：这点我非常放心。先生，你说教导村里的孩子，但是我们村子一共有500户，孩子可不少，恐怕先生一个人可能忙不过来。我说道。这也是我担心的地方。500户，每一户一个孩子，就有500个孩子，适合读书的最少也有200人。一般情况下，去支教的村子能有20个孩子已经非常不错，可是这里比一般的村子要落后，人口却要多10倍不止，所以我需要帮手。
本来想着老李不错，可以用来教数学，现在村长的儿子来了，那么就让村长的儿子来帮忙教数学好了。何为数学？李斯问道。不就是算学？我说道。你们不用怀疑，我所教的数学绝对比你们想象中要难要复杂。不过学会了数学后，出去外面了，干什么都方便很多。不就是算学吗？有那么实用吗？当然，你会数学，就会学会计算。你最少在付钱时，你不会多给；你得到工资，也就是工钱时，你会知道你应该得到多少。你有了数学的基础，你可有去当收银员，你还能去考个会计证，跟老李一样可以当会计，甚至有天赋的人可以当老板。还有，算了，说了那么多，你们也不懂，以后出去了，你们就懂了。村长，既然你儿子要来，那就来吧，最好能再带一些人来，这样我教导孩子们的时候能轻松很多。李斯心中一动，道：先生需要几人？一个班级50个学生，就当有200个学生，那就是4个班级，也就是要4人。如果你们能找到4个识字之人，那最好了。虽然他们学的是秦传，但是我可以教给他们简体字。好，就这么定了。我想办法给你找4个读书之人来，那就多谢了。应该是我谢谢先生才对。旋即嬴政再次要离开了，我只让李斯相送。村外，嬴政说道：李斯，你是否想让你的儿子李孝来给先生当弟子？李斯尴尬地笑着说道：陛下英明，微臣这么一点想法瞒不过陛下的法眼。嬴政冷笑道：你不用给朕戴高帽子，不过朕答应你，明日让你的儿子和扶苏一前来村子。多谢陛下。李斯兴奋地说道：可是陛下，一共有4个名额，还要2个名额，陛下打算让哪2位公子前来？嬴政微微沉默了片刻。朕打算让蒙恬的儿子蒙崇德前来，还要胡亥。18公子一直有中车府令赵高在教导，如果让18公子前来村子，那会不会影响18公子以前所学？嬴政想了想，道：你说的不错，这样吧，让公子高来吧。先生说他为了让自己的族人活命，请命为朕殉葬，这让朕很是心痛。公子高和大公子一样，在民间声望非常高，爱民如子，对待家人更是爱护，不然也不会为了家人而为陛下殉葬。李丰说的，微臣认为公子高非常合适。嬴政点了点头道：就这么定了。今日你跟章邯都跟朕回去吧，让黑龙卫的人严加看守，不要让任何人进来，也不要让任何人出去。另外，先生的行李箱要抓紧寻找，方圆10里之内找不到，就方圆100里，尤其是山上。先生说过，他是走过山路的。诺。李斯回到府上后，召见了自己的二儿子李孝。父亲，您找孩儿？李孝问道。李斯颔首，没错。最近学业如何了？李孝回答道。回父亲的话，孩儿一直跟在廷尉身边，对于断案之事已经非常娴熟。李斯点头道：很好，非常好。你是我李斯的儿子，就应该学法用法，将来成为法家新一代的代表。孩儿一定不会辜负父亲所望。李斯满意的点了一下头道：你去收拾一下行李，明日和为父一起跟随陛下去见一个奇人。这个人不知道为父和陛下的身份，更加不知道现在是大秦时代，所以你们不能暴露我们的身份，也不能暴露现在是大秦的时代。你只是一直生活在落后的村子里，对外面的事情一无所知。还有你和为父的先祖是大秦的李斯，也就说我们是李斯的后代。父亲，孩儿有些模糊，为何父亲会成为父亲和孩儿的现在？孩儿确实是父亲的后代，这没有错。为何父亲还是父亲的后代？李孝整个人都糊涂了。李斯淡淡的说道：你只要记住，不要暴露大家的身份，也不要暴露现在是大秦的事情就行了。诺。李孝应道。另一边，嬴政来到了蒙恬的府上，蒙恬得知后，立马率领家人一同迎接，恭迎陛下。嬴政笑道：蒙爱卿不用多礼，朕刚刚从村子里回到咸阳城。蒙恬一愣，随后说道：陛下，不如去书房详谈。不必了，朕找你是要告诉你，先生想收4个弟子，朕给你的长子1个名额。蒙恬心中一喜，立马行礼道：多谢陛下。崇德还不快谢过陛下。一旁的蒙崇德回过神来道：多谢陛下，您好好向先生学习，就是对朕最好的谢意。嬴政说道：小人一定会好好学习的。蒙崇德说道。嬴政满意的点了点头道：蒙恬，去村子需要注意的事项，你要跟崇德说清楚，明日你和崇德一起跟朕去村子。诺。蒙恬应道：陛下，关于匈奴的事情，微臣想跟陛下商量一下。嬴政点头道：跟朕去宫里说。诺。到达皇宫后，赵高就出现了，参加陛下。嬴政点了一下头道：赵高，你去将大公子和公子高叫来见朕。诺。赵高应道。嬴政坐在上座后，便问道：蒙恬，关于匈奴之事，你们商量出了结果没有？回禀陛下，臣等已经商量出结果来了，用先生的第2个计策。蒙恬说道：杀光或者抓光匈奴百姓。嬴政问道道。蒙恬颔首道：是的，陛下，微臣会让蒙家军将前去匈奴的底盘，只要不是大秦的百姓，不管是匈奴人还是其他的国家的人，我们都会让他们投降，将他们全都送到边关修建长城。微臣还会派遣斥候前往匈奴深处，碰到匈奴大军便告诉他们，在河套的匈奴百姓已经彻底投降大秦，再为大秦修建长城。嬴政说道：你的用意是让匈奴大军得知消息后，会赶过来和大秦决一死战？是的。蒙恬应道。可是他们万一不愿意过来呢？匈奴大军既然敢逃离，说明他们不在乎河套区域的百姓。嬴政说道。可是建造移动基地非常耗费时间，恐怕一时间很难解决匈奴大军。蒙恬说道。朕不管耗费多久的时间，朕只要结果。既然你们已经有所安排，朕愿意给你们几乎。多谢陛下。另一边，赵高来到了大公子府上，下了马车后，他直接进入府里。此时扶苏正在和淳于越讨论学问，管家将赵高到来的事情告知了他们。淳于越说道：赵高是陛下的私奴，平时狐假虎威，并不将任何人放在眼里，这个时候来找大公子，莫非是来向大公子道歉的？这不太可能。扶苏说道：先生也说了，赵高平时对人狐假虎威，只会对父皇谄媚，应该是父皇来要见我。
淳于越眉头微皱，陛下这个时候见你，肯定要惩罚你。大公子，不管陛下说什么，微臣都希望你能认错。一旦你被陛下贬到边关，那么一切都晚了。扶苏脸色凝重地说道：“多谢先生提点，我去见那赵高。”赵高见到扶苏，笑脸相迎，行礼道：“见过大公子。”扶苏问道：“赵大人，这么晚了找我，是父皇要见我吗？”“是的，陛下要见大公子，还有公子高。父皇还要见二弟。”扶苏有些惊讶，难道父皇想要将我贬去边关，让二弟代替我？言者无意，听者有心。赵高听完扶苏的话，心中一个咯噔。大公子，不要让陛下久等。我去通知公子高，大公子先去见陛下。不用，我和你去找二弟，然后一起去见父皇。扶苏说道。是，好吧。赵高犹豫了1秒就答应了。随后两人来到了公子高的府上，见过兄长。公子高见到扶苏后直接行礼，见过公子高。赵高对着公子高行礼，公子高只是微微点头。扶苏道：“二弟不用多礼，父皇找我们有事，现在去见父皇吧。”公子高问扶苏：“兄长，知道父皇为何要见我们吗？”“不知道，见了父皇我们就能知道了。”扶苏说道。公子高看向赵高，问道：“赵大人，你可知道父皇那么晚召见我们兄弟二人，所谓何事？”赵高笑眯眯地说道：“回禀公子的话，微臣也不知道，时间耽搁的有些长了，是不是应该去见陛下了？”扶苏道：“二弟，你问他也没有用，父皇又怎么会告诉他呢？我们去见了父皇就知道何事了。”兄长说的是，我们现在就走吧。公子高道：“走。”两人随赵高入宫。赵高轻声禀报：“陛下，大公子和公子高来了。”嬴政抬头笑道：“你们两个来了，参见父皇。”扶苏与公子高同时行礼。嬴政摆手：“不用多礼，这么晚让你们过来，是让你们明日跟朕去一个地方，拜一位奇人为师。父皇，儿臣已有恩师，不需再找。”扶苏直接拒绝。嬴政冷哼：“你说的是淳于越吧？看看他把你教成了什么样。众多公子中，只有胡亥最像朕，所以朕每次出行只带他，这就是朕为你在找恩师的原因。”蒙恬在一旁开口：“大公子，陛下介绍的这位奇人，却能解答一切问题。”蒙恬将军，世上哪有能解答一切问题之人？就连先生也不行。扶苏口中的先生，自是淳于越。大公子不妨先见一见，若非如此，再拒绝不迟。公子高也劝：“兄长，父皇怎会找无能之人为师？”嬴政冷声打断：“扶苏、嬴高，朕叫你们来不是征求同意，而是通知，明日随朕去见先生。”诺。二人只得应下。赵高眼珠一转，笑着问：“陛下，既然那位先生如此厉害，何不让所有公子同去？这样大秦公子皆能学其本领，纵学不全，合起来也能尽得所学。”嬴政神色一动，却又叹道：“以后再说吧，人多易暴露身份。”他看向扶苏与公子高，准备寻常百姓衣物，见到先生后绝不可暴露身份，也不可告诉他如今是大秦父皇，这是为何？扶苏问。照做便是。嬴政不耐，诺。众人散去。赵高离宫后直奔胡亥府里。胡亥正蒙眼与侍女嬉戏，搂住一人后察觉不对，扯下丝巾见是赵高，嫌弃的退了一步：“你怎么来了？微臣有要事相告。”赵高压下不满，沉声道。胡亥冷笑：“难道大兄被贬边关了？”“非也，是因陛下身边多了一位奇人，深受信任。如今陛下要让大公子与公子高拜其为师，偏心。父皇就是偏心。”胡亥咆哮。赵高急令侍女退下，低声道：“公子慎言，隔墙有耳。”胡亥脸色发白：“我府上有耳目，小心为上。”赵高点头：“臣可为公子更换仆役，但眼下公子需设法一同去见那奇人，找父皇。”“不可，陛下说日后会带公子去，若此时触怒陛下或那奇人，公子便离大位愈远。不如去求大公子，让他将机会让与你。”胡亥怒道：“求他，绝无可能。皇位必是我的，我自去找父皇。”赵高慌忙劝阻：“陛下若知是臣透露消息，便是灭族之罪。公子若听臣言，尚有转圜。”胡亥最终未去找嬴政，却也不肯求扶苏。赵高暗骂一声，却也庆幸瞒过了陛下。次日，嬴政带我至徐福处，徐福跪迎参见陛下。嬴政笑道：“起来吧，朕找到另一位能寻长生药的方式。”徐福这才看到我，急道：“陛下，此人年轻，有何本事寻仙丹？”我宋号无量天尊，贫道师承老子。典籍有载，海外有方湖、瀛洲、蓬莱3座仙山，其上皆有长生药，且贫道只需500童男童女，无需3500，岂不触怒仙人？徐福怒道：“我向嬴政一礼，陛下容贫道与徐福道友单独一谈。”嬴政点头：“好，谁能为朕求得长生药，朕便赐他国师之位。”谢陛下。我欣然应道：“诺。”徐福只得从命。嬴政离去后，徐福急不可耐：“你这骗子，如何让陛下信你？道友何出此言？”我微笑：“真人面前不说假话，我若揭穿你，轻而易举；揭穿我，便是揭穿你自己。我能取信陛下，还得多谢道友。”谢我。正是，若非你声称可海外寻药，我怎有机会一样画瓢，却只需500童男童女？你说是不是多亏了你？”徐福指着我，气得发抖。我笑道：“徐福道友，默契。眼下你是想活还是想死？何意？陛下既有我，你便无用。你以为还能活吗？”徐福脸色惨白：“你能救我？能，但须将你如何欺瞒陛下，海外虚实尽数告我，如此我方能掌控全局，救你无虞。”我说了，你真能救，自然。待陛下回来，我便说若有你同赴海外，事半功倍。徐福沉默片刻，颓然道：“好。”我说。他深吸一口气，使黄裘长生。我便炼金丹，金丹有毒，但我改良后毒性大减。奴隶事后无事，反显精神。陛下服后容光焕发，自此深信不疑。金丹久服伤身，陛下近来是否体衰？想必如此，他才急求长生药。我便提出带3000童男童女出海寻药，只要出海，我便为海外之皇。徐福越说越兴奋，却又长叹：“皆因你出现，为我大计。”我淡淡道：“也因我，你才得活。现在你愿再说一次？”
你是否从头至尾都在欺骗陛下？徐福怒视，我已说过，何必再辱我？非是羞辱，我要亲耳听你承认，方可信你。徐福咬牙，终于道：我徐福从头到尾都在骗始皇帝。话音落下，他似被抽去筋骨，瘫软在地，门轰然被踹开。徐福抬头，面如死灰。陛下！嬴政满面怒容立于门前，我转身行礼。陛下！徐福已亲口承认，从头到尾皆是欺骗。你不也是骗子？徐福骇然，我答：我乃黑龙卫，奉陛下之命套你实话。陛下早怀疑你，只等你亲口承认。不，陛下，臣是冤枉的。徐福爬向嬴政，指着我喊：他说海外有4座仙山，实则只有蓬莱。臣是为诱他暴露，才假意承认。嬴政一脚将他踹飞数米，混账！朕统一6国，竟被你这宵小所欺，是朕愚蠢。我立即跪头。陛下此言令我惶恐。徐福吐血爬行。陛下，臣能寻到长生药，还敢骗朕？臣不敢，臣不敢。嬴政冷笑：好，朕给你机会，你与你的族人带上你所炼金丹，即日出海。徐福狂喜叩首，谢陛下，谢陛下。谢早了。嬴政声音森寒，有人劝朕，若轻易杀你，朕会成天下笑柄，故让你出海。届时黑龙卫会将金丹全数喂你，你的族人也会陪你同葬大海。徐福僵住，疯狂磕头：陛下，臣是去寻长生药的。章邯！嬴政唤道：微臣在。章邯入内，带走。落。嬴政虽已知徐福是骗子，亲耳听到他承认时仍怒不可遏。他强压怒火，低声自语：秦安说过，名声要紧，杀他一时痛快，却会毁朕名声。随后我们出发前往赵家村，扶苏、李斯等人已等候多时，参见陛下。父皇！众人行礼。嬴政拉开车帘，免礼。李斯、蒙恬前面带路。落。车队驶向赵家村，我在村中正带村民制砖，先做粗糙的土坯，风干后烧制，烧砖需15日，成败未卜。嬴政到村外时，又叮嘱扶苏4人，不准暴露身份，不准提大秦。4人虽困惑，仍应诺。李斯问过守卫后回报：陛下，先生未曾离开，直接去住处。进村便见我正讲解制砖。先生！嬴政高声唤道。我回头见他一行到来，村民停活行礼，见过村长。嬴政颔首，不必多礼，忙去吧。村民干得更卖力了。村长在此，谁不表现？嬴政指扶苏4人道：先生，这是老赵、老李、老蒙家的孩子，赵苏、赵高、蒙德、李孝。4人行礼，见过先生。我摆手笑道：不必客气，外界现已不作揖，流行握手，但我入乡随俗，也不回礼了。嬴政笑道：先生多虑，从今日起，他们便是先生弟子，任先生使唤，使唤不敢，但我的学问需实践，他们或要动手劳作，望村长且勿心疼，能随先生学习是福气，绝不心疼。我看了看天色，先回屋吧，该用午饭了。大家休息。村民未动，直至嬴政开口：先生让休息，便休息。落。我将桌椅搬到院中，诸位请坐，我去做几个菜。有劳先生。众人齐声道。我入厨时，听见扶苏低声问：父亲，先生看似比我们还年轻，为何拜他为师？嬴政示意李斯答。李斯道：大少爷，人不可貌相，先生所学远胜我等，您不是追随淳于越学儒，欲赴周礼，行分封吗？大可问先生，分封与郡县孰优？嬴政点头。朕也想知道。扶苏狐疑：先生真能答？我信能。李斯道。蒙恬亦道：我也信。公子高此时开口：父亲，方才先生看我的眼神有些异样，是否我衣着不当？嬴政沉吟：我也察觉了，你且如常，待会儿亲自问先生。不久，我端出4菜1汤，食材有限，粗茶淡饭，莫嫌弃。早点不通知我，你们突然来访，这点菜哪够8人吃？嬴政笑道：不嫌弃，先生手艺皆绝世美味，大家用哪？李斯、蒙恬先动筷，扶苏4人随即开动。我只筷未动，看他们狼吞虎咽，心下暗叹：这吃相像饿了3天。眨眼间，盘空碗尽，嬴政这才想起我：先生，实在抱歉，美味太过，竟忘了给先生用。我笑道：无妨，大家喜欢便好。嬴政命李斯备食材送来，我趁机说道：顺便带个石磨来。村里小麦、黄豆多，却只知主食，磨粉后可做面食，好吃管饱。再给我些食日，养些猪鸡，往后便能自给自足。扶苏一道：小麦不本就如此吃吗？焉能变美食？我摇头：小苏啊，你这是没出过村。如今南方食米，北方食面，包子、馒头，闻所未闻。嬴政斥道：正是因我们未走出去，学好先生本事，将来出村方能成大事。我摆手：村长高看我了，比我强的人满街都是。公子高呼问：先生，方才我们所问分封制与郡县制，哪种更好？我未答，先看他，你名字让我想起某个大奸臣。先生指中车府令赵高，既知他，为何不改名？我转向嬴政：村长，让他改名吧，否则出去必遭险。嬴政目光一凝：为何？赵高做了什么？你竟不知？我一怔，随即恍然：对了，你们是公子高后代，公子高被迫殉葬始皇，但你们这一脉留存。秦二世与赵高为保名声，必会美化自身，久而你们便忘了赵高罪行。公子高一脸茫然：我为父皇殉葬，为何？扶苏等人亦露一色，却见嬴政与蒙恬面色凝重，只得咽下质疑。嬴政沉声问：先生，赵高到底做了什么？他是亡秦凶手。秦二世虽昏暴，接赵高教唆。什么？嬴政震怒：赵高竟是亡秦之凶？莫惊，那是2000年前的事了。我安抚道：眼下先给你儿子改名。嬴政强压怒火：
对公子高道：“老二，你改名为赵二吧。”他多想问赵高如何获国，却恐我生疑，只得顺着说。扶苏欲言又止，被嬴政眼神制止。我苦笑：“赵二太随意了。”不如叫赵云，三国猛将赵云，字子龙，七进七出救幼主，名传千古。叫赵云，盼他将来出人头地。公子高皱眉，先生说的像讲故事，没听过《三国演义》，正常，想听日后细说。嬴政道：“谢先生赐名。”公子高一谢，我这才想起问题。对了，你们方才问什么？公子高道：“先生，天下是分封制好，还是郡县制好？这个问题很难回答。但我先问大家，分封制和郡县制的区别在哪里？”我问道。扶苏冷笑：“我们当然知道。那好，说说看。”嬴政也对扶苏的回答拭目以待。李斯此事回来复命，嬴政让他坐下一起听。扶苏便道：“分封制源之于周，周灭商后分封功臣宗室，始皇帝一统六国后，始行郡县制。然后呢？他们有什么区别？分封制可让天下分于有功之臣及子嗣，助大秦管理天下；郡县制唯有一朝廷，无封地，含功臣与公子之心，且朝廷政令若猛于虎，天下百姓皆遭难。分封制则仅易于受灾，他处无恙。”我点头。你未说本质，二者本质是多权制与中央集权制之对立，孰优孰劣，实难断言。分封制适于立国初期稳政权，然政权稳后抑制藩王割据，朝廷一旦无力，藩王便自立门户。若其实力强于朝廷，改朝换代之时变质。最显者乃大周，朝廷日衰，终有春秋战国。后为始皇帝所并，再有大汉，增生七国之乱，他们面露一色。大汉，我解释道，大汉是秦之后朝。嬴政、李斯、蒙恬神色不动，扶苏四人却满脸震惊。先生的意思是郡县制没有缺点了？扶苏问。不，郡县制亦有缺点。王大说，若朝廷崩坏，举国百姓遭殃，民不聊生，便会揭竿而起。秦因律法过苛，民无活路，遂有陈胜吴广起义，华夏首次农民起义，秦中被灭。王小说，地方任免皆由朝廷，亦拖累办事效率。若朝官无视地方，更生乱象。然若问孰好，我只能说郡县制好。为何？嬴政一道，先生，请告知犬子，他总说周礼儒家最佳，朕烦不胜烦，却无以驳。望先生令他受些教训。我今看扶苏，我已觉村子思想落后，未想你更甚。扶苏愠怒，先生此言何意？小苏，你格局太小。我问你，一个国家重不重要？当然重要，但这与分封制何干？当然有关。郡县制是一个国家，分封制看似一国，实则为国中有国。或许你以为封地仍属朝廷，然我曾言，朝廷无力时，封地之主便不再臣服。谁不想为天下主？我所以问国家重要，是因唯有一声令下，国土主权方为完整，朝廷方能举全国之力于外敌。若你硬要分优劣，我可明言，无一段时日，二者难分高下。但前车之鉴历历在目，小苏以为不足为训吗？扶苏脸色渐沉。我续道，北宋时有官员王安石曾提三不足：天变不足位，祖宗不足法，人言不足序。你一心附周礼，行分封，以旧制治天下，何其可笑！扶苏怒道：我哪里可笑？时移世易，人皆向前，你却固守旧念，岂不可笑？尤其无为而治，只想更显愚蠢。你可知此举实为分裂国家，扼杀民智，搅乱天下，不可能。大周不是存续千年，如今大周何在？扶苏脸色一白，他心乱如麻。如道有错，先贤有误，可若无错，大周何以被秦代？公子高呼道：兄长冷静，孔圣人曰君子有三位，畏天命，畏大人，畏圣人之言。先生所言王安石三不足，全否圣言，实为乱臣贼子。没错，扶苏强稳心神，即便大周被秦取代，亦不能证其法有误。我冷笑，你确定无为而治正确？当然。我转向嬴政，村长，我若打你儿子一顿，你会发火揍我吗？众人皆怔，打我？他竟敢言打大公子！我叹，我知村长不愿，谁愿自己孩子受欺？嬴政嘴角微抽，终于说道：不，先生勿此言，若能令他明白，皆可。那好，我便让他知无为而治之害。我走向扶苏，他愣道：你为何打我？我未得罪你。我笑了笑，对蒙崇德、李笑道：抓住他。二人汗如雨下，看向其父，又望嬴政。嬴政沉声：赵先生所言，诺。二人只得擒住扶苏手臂。大少爷得罪了。我一拳击其父。扶苏弯身闷哼：公子高即服。兄长赵云让开。我道：嬴政义命，让开。公子高退开。我直视扶苏，知我为何打你吗？为何？这便是你欲行的无为而治。何谓无为？即不干预，不作为。我打你，是因即便打了又如何？我可说是你知错，官府一纸劝和，不会拿我。我打你是要告诉你，世人之心非尽同你，是有善人、恶人，亦有利己之人。我等行事皆讲一个利字。文村长言你久学儒家，然你未得精髓，只困于己见。此言何意？儒家主张以德治国，然此难实现。儒家精髓乃导人向善，非治国之术。虽自汉武帝始，罢黜百家，独尊儒术。什么？李斯与扶苏同经，李斯经法家被废，扶苏喜儒家得尊。我续道：此有何奇？朝廷须大一统，儒家恰顺应此事，故成近2000年主流思想。庶民欲为官，须科举，所考及儒家典籍。然初虽有异，后世儒风渐腐，终至闭关锁国，据心守旧。华夏遂被列强瓜分，幸百姓自强，驱除外侮，立新中国，民生渐愈。经数十年，华夏已成世之强国，军经皆列前茅。李斯心系法家，扶苏心系儒家。李斯问：先生，若汉武帝罢黜百家，法家何在？国无法不行啊，酷刑不要也罢。扶苏得意道：既罢百家，百家自不得立朝堂，法家亦然。嬴政眉头微皱，他本知法家，闻儒家独尊2000年，心下难安。我笑道：老李宽心，纵独
尊如树，法家亦不灭，百家皆不灭，其念已深入人心。法家更乃国之重器，岂会消亡？李斯少尉，扶苏不解。既如此，为何儒家独大？没错，我说道，确实是儒家一家独大，那不就是了？既然一家独大，那为什么法家还在？扶苏质问道。因为律法是国家的根本，国无法不治，民无法不立，法律面前人人平等，天子犯法与庶民同罪。我沉声回答道：大胆！李斯、蒙恬等人异口同声怒吼，我再次被吓了一跳。他们反应为何总如此激烈？放肆！嬴政脸色阴沉，你们怎可如此对先生？还不快道歉！李斯等人回过神来，齐声道歉。先生，我等向你道歉。我苦笑，不必，只是你们太精怪了。我以为已习惯村子，却还是低估了此地的守旧。既然提起治国，我便说说儒法之别。我看向扶苏，先说儒家，它是影响华夏最深的思想。是2000多年来的文化主流，其核心在仁即爱人，政治体现为大一统、大同，主张以德、礼治民。儒家最大特点是包容，正因这份包容，后世才能兼容其他文化，这也是它能成为治国理念的根本。扶苏愣住，先生，儒家有包容吗？为何？我未曾听闻。我知道他指的是淳于越。我笑了笑，我所说乃2000年总结，若无包容，儒家怎容他家共存？统治者又怎会任其独大？莫非你以为除儒家外，他家皆不需存在？嬴政笑道：先生，犬子学识浅薄，莫要计较。村长言重，只是学识不足却乱教人，未免误人子弟。扶苏面有不忿，他仍信淳于越这位博士不可能有错。我续道：再说法家，其源头可追溯至商纣，炮烙之刑便是法之一种。法家思想简单现实，依法而行，乃国之根本。然早期律法极端酷烈，如秦律，便是秦被称为暴秦之由。国家不仅需律法，亦需监督与修正，否则难以为继。故秦亡后，秦律被废。然在封建制度下，法家实为最有效的治国思想。他强调赏罚分明，欲臣有术。若以4字概括，便是依法治国。既然如此，为何还要让儒家独大？扶苏不服。我说过，儒家顺应了大一统之势，汉武帝方罢黜百家，但儒家为皮，法家为骨，历朝历代皆以儒家思想育民，以法家律法治国。举个简单例子，杀人偿命，为何要偿命？何种情形下杀人可不偿命，甚至受赏？小苏，你能答吗？你能确保杀人者必偿命吗？扶苏哑然。李斯则道：杀人者应弃市，无论缘由，朝廷皆需抓人弃市。弃市？我摇头。老李，你说的是秦律。我说过，秦律太严酷，大秦灭亡后便消失了。嬴政开口：先生，秦律若不严酷，如何震慑6国百姓？若他们联合反秦，大秦岂不危矣？或许吧，但我认为6国百姓亦不愿再起战事，只要能活，无人愿战。纵有6国余孽欲反，若百姓归心，谁愿跟随？公子高颔首。先生所言极是，只要百姓归心，何惧余孽？父亲，先生之意是以儒家为皮，法家为骨，用儒家育民，以律法治民。然大秦律法过苛，且无监督修正之制，治其混乱，是否适用亦不可知。我点头，孺子可教。看来现场只赵云率先明白，只是你们所言总让我觉得此处便是大秦。嬴政等人脸色微变，李斯忙道：先生莫要说笑，若此为大秦，先生又如何至此？也是。我笑了笑，转向扶苏：小苏，无为而治不可行，你若真心慕儒，便继续学吧。儒家常于导人向善，学了虽用处不大，至少不会成恶人。扶苏愣住，儒家真的没用吗？也不能这么说，导人向善，教化万民，儒家在特定时期极有用，而我要教你们的是实用之学。外界学历分小学、初中、高中、专科、本科、硕士、博士，博士后我便是211、985的博士，教你们绰绰有余。你是博士？扶苏几人震惊，李笑、蒙崇德面现不信，嬴政等人亦露亚色。先生年纪轻轻，竟有此成就。嬴政叹道：莫看我的脸，我已30岁，自7岁入学至30岁，整整读了23年书。古人寒窗10年可考功名，我足以考2次了。众人倒吸凉气。扶苏等4子面露敬服，先生大才，学生佩服。4人齐声道：我摆手，不必多礼，你们既为我学生，我自当尽力。只是此地无纸无笔，甚是麻烦，尤其笔。老蒙，你家先祖蒙恬将军被誉为鼻祖，毛笔便是他所创。众人看向蒙恬，蒙崇德暗疑，父亲何时会制笔了？蒙恬则一脸茫然，我尚未治过啊。他尴尬一笑，或许先祖尚未将技艺传下。我道罢了，制法简单。老李，稍后我会图纸于你，寻巧匠制作即可。还有墨与砚台。李斯精神一振，交给我便是。我点头，我试制的纸也快成了，待晒干便知成败。届时我将造纸流程与工具一并教你，需大量用纸以教学。好，先生，纸有何用？扶苏问。自是给你们用，我会将重点输于纸上，可惜我不会制铅笔与圆珠，否则便不用毛笔了。我们能去看看纸吗？公子高问。可以，只是尚未干透。无妨，我们只看一眼。我带众人入宅，至一房间，室内有火盆，墙上贴了些白色物事。我指道，这便是纸，干后可用毛笔在上书写。我虽不会制铅笔，但毛笔字尚可入目。我自幼被父逼练毛笔字，水平其纸尚可，但不必多说。众人看我得意神色，皆暗翻白眼，他们仍难想象纸如何书写。我讲解纸之用途，众人震惊。先生，一次可制多少纸？嬴政问。此乃样品，产量取决于人力物力，只有多种，可写书、练字、作画，还可。我顿住，略显尴尬。还可如何？众人好奇。上洗手间用。洗手间可就是如厕后擦拭之用。什么？众人大惊。扶苏急道：有辱斯文。李斯道：先生，此事若被读书人知晓，可知后果。知晓又如何？
用纸清洁，再正常不过。举世皆用卫生纸，只为更舒爽。李斯哑然，他忽忆起我来自未来，未来对此早已习常。嬴政道：是我们少见多怪，先生，既然纸如此有用，便让这4个小子帮忙吧，凡事皆可差遣他们。好，他们读过书，识字，学得快，我自会狠狠地用他们。我笑道。嬴政嘴角微抽，扶苏却兴奋道：先生尽管吩咐，赵苏必竭尽所能。公子高、蒙崇德、李孝义齐声应诺。李斯、蒙恬微微点头，对二子今日臣的助气颇为满意。我道：记住你们的话，现在先去把碗洗了。4人一脸猛然，洗碗他们从未做过。李斯问：先生，为何让他们洗碗？不该教学问吗？从今日起，他们便住此宅中，起居饮食需亲力亲为，洗碗便是第一课。嬴政开口定调，一切按先生说的做。赵苏、赵云、蒙德、李孝，你们留在此处，用心向先生学习。先生让你们怎么做，你们便怎么做，明白吗？诺。4人齐声应道。先生让你们洗碗，你们便去洗吧。诺。4人开始收拾碗筷，我看着他们生疏的动作，补充道：碗要洗4遍，最后用滚水烫过。诺。嬴政好奇，先生为何如此麻烦？一遍不够，怕洗不干净，多洗几遍更干净。热水可杀菌，何为杀菌？杀灭细菌病菌，此物肉眼不可见，但高温可灭大多病菌，若入口容易致病。嬴政等人面露惊色，4暗自记下。4人洗完碗，我只看他们动作勉强合格，果然是一群养尊处优的富二代。众人重新落座，嬴政又开口，这次问的是他最挂心之事。先生，你说赵高是导致大秦2世而亡的真凶，这不可能吧？赵高不过一丝奴，何来此呢？众人皆竖起耳朵。我笑道：此事倒要多谢始皇帝自己。此话怎讲？难道是始皇帝让赵高灭秦？那倒没有，只是始皇帝勤政，许多文书皆由赵高代笔。第5次东巡时，他因长期服丹，身体虚亏，不慎撞头，一病不起，就此驾崩。此事先生说过，但始皇帝既崩，赵高如何成亡秦凶手？正因他常代笔批阅奏章，始皇帝一死，他便敢篡改遗诏，将传位扶苏改为传位胡亥。嬴政脸色一沉，赵高竟敢如此。李斯一道，他一人有这般胆量，篡改的遗诏无人起疑。老李问得好，我记得告诉过你，你先祖亦是亡秦凶手之一吧？李斯嘴角一抽，尴尬笑道：先生之意是我先祖李斯相助赵高，可这么说？众人目光投向李斯，李孝面色一紧。李斯急道：没理由啊！我先祖已位极人臣，为何相助赵高？正常却无理由。但赵高有心机，知李斯死穴。始皇帝死后，赵高找到李斯，言若扶苏即位，丞相之位必受威胁。蒙氏兄弟将受重用，蒙恬或为大将军，蒙毅或为丞相。此言直击李斯要害，他贪权，岂愿相让？于是李斯同意赵高之意，隐瞒始皇死讯，以咸鱼掩尸臭，连发2道旨意，一传位胡亥，一则扶苏令其自裁。我顿了下，见众人屏息，李斯以为胡亥登基后便可高枕，却反被赵高算计。他常于胡亥玩乐时劝谏勤政，胡亥从晏至怒，赵高在挑唆，中下只将李斯满门抄斩。行刑者正是赵高。行前，李斯悲呼：今天下凡者已有大半，而心尚未悟也，而以赵高为佐，不必见寇至咸阳。麋鹿游于朝野，未料此话不久应验。刘邦入咸阳，麋鹿真献朝堂。秦王、楚汉相争时，我看向嬴政，故赵高实为元凶。胡亥只知玩乐，朝政尽附赵高，最后胡亥亦死于赵高之手。胡亥恐皇位被夺，下旨将始皇帝子女尽数诛灭，除你们这一脉，始皇帝血脉近乎断绝。嬴政沉声问：赵高为何如此？朕真想不通，我帮他解疑。因赵高心中有恨有恐，始皇帝当年一举，恐未料埋下亡秦之患。何举？赵高曾犯罪，始皇帝交蒙毅审理，蒙毅判其死罪，但始皇帝赦免了他。此后赵高暗恨蒙毅，从未表露。始皇死后，他恐扶苏登基重用蒙毅，旧事重提，故先下手除扶苏，再除蒙恬、蒙毅。而李斯未除蒙氏，亦举手赞同。话音落，数道目光刺向李斯，他尴尬万分，急转话题：先生，赵高何以预知始皇东巡时会崩？此或巧合，或阴谋。时隔2000年，无人敢断，但我个人以为，我强调，仅个人之见。众人目光俱回。嬴政道：先生请说。我个人猜，赵高或与徐福有涉，或早知金丹有毒，甚至金丹备有2份，一份与始皇，一份赵高自流失于他人。赵高或从施药者身况，窥知始皇之体，日常接触亦可察其衰变。先生之意，赵高早布此局。嬴政生沉，我耸肩，仅猜测罢了。时隔2000年，总无法亲问赵高了。你不行，嬴政或许行。我瞥见他眼中厉色。嬴政起身，时已不早，我须回咸阳，近期或不来。蒙恬、李斯，你们留此相助先生，你们4个好生向先生学艺，将来为国效力。诺。蒙恬等人应道。李斯道：村长，我送您。嬴政点头。好，先生不必送，知你尚有要事。我道：也好，我还需与村民治专，便在此别过。就此别过。李斯随嬴政离去，我转向扶苏4人，此处空房于7间，老蒙老李有房间，余下你们各选1间，自行打扫，于时可来寻我，一同治专。说罢，我转身往砖厂去。身后，蒙崇德低声问：父亲，我们真要亲力亲为？蒙恬沉声：陛下有命，一切依先生所言。又对扶苏道：大公子，恕臣只能遵命。扶苏摆手：蒙将军不必如此，我已知先生之能，小2000年事，能拜他为师，是我之幸。我们便一言选房吧。诺。4人散开扫房，蒙恬立在一旁，目不斜视。村外车辇旁，李斯忽跪地：陛下，罪臣竟成亡秦帮凶，请陛下严惩。嬴政道：朕早知韩非子为你所杀。陛下。李斯骇然：知朕为何不法？
请陛下明示，因你是人才，忠于朕，忠于秦，你所提之意深得朕心，朕容你犯错，故杀韩非一事，朕从未过问，谢陛下信任。李斯喟然，现秦安所言，皆是未发之事，既已知晓，便不会重演。朕当此事未发生，你记住，你知富贵与大秦一体，秦亡则你亡。现朝廷需新才迁至旧贵，你需做两事，请陛下吩咐。其修改秦律，先生所言，秦王非胡亥赵高，亦有陈胜吴广起义，而起因在秦律过苛，你需修律，使秦律是大秦，助大秦千秋万载。诺。其二，问问先生，灭秦之英杰有哪些？你需悉出何人可为朝廷用，何人不可？可明白？微臣明白。他怎会不明？能用者招揽，不能用者铲除。李斯回到大宅，见扶苏几人在打扫，不由问道：“你们在干什么？”蒙恬不悦道：“先生让他们打扫房间，怎么？你有意见？”李斯听出他话中讥讽，苦笑道：“蒙大将军，对不起了。虽未来我害你蒙氏灭族，但我李氏亦被夷三族，陛下已原谅我，望蒙将军也能。我可不敢怪罪李相。蒙将军，未来之事尚未发生，既已知晓，我们岂会任其重演？如今当务乃赵高与秦二世，你我需将相。”大秦方能强盛，难道将军欲见将相不和，致大秦衰弱？蒙恬冷声道：“难道李相不做些什么，便想让蒙恬原谅？我已道歉，还不够。赵高灭你全族，你能原谅赵高？这不同。赵高乃亡秦元凶，纵我原谅，陛下也不会。那你原谅否？不原谅。既如此，如何让我原谅李相？我害将军却非元凶，至多算为阻止之帮凶，且我一心为大秦，终落得灭族，这还不够换将军原谅？”蒙恬沉默片刻，那你李斯欠蒙恬一个人情，可以？蒙恬这才露笑。好，李相，现不知秦二世是哪位公子，是否该问先生？其实不问他也能猜到，莫乱猜。若让公子们知晓，非好事。那问先生，不，此事需让陛下知晓。我等且等吧。蒙恬点头，李相所言极是，先完成先生吩咐再说。正是，我需寻人制纸笔，我有预感，纸笔将改变大秦文人之事。那李相应速建纸笔作坊，我已在军中推广先生炼铁术，现万人用上铁剑。多亏先生让你负责打铁房，我不多言，先去安排材料。李斯说完便去。扶苏他们打扫完，随蒙恬来找我，一同制砖。他们虽觉莫名，却仍动手。另一边，嬴政回宫后，心中始终萦绕赵高之事，为何他成亡秦元凶，自己待他不保？秦安言徐福与赵高或合谋毒害自己，徐福已出海，无从对质，直接问赵高更不现实，他绝不会认。来人，让赵高来见朕。诺。不久，赵高至，奴才见过陛下。陛下万安。嬴政点头，朕叫你来，想问胡亥功课。回陛下，18公子每日苦学至深夜，尤其得知陛下让大公子与公子高拜其人为师后，更刻苦了，是吗？嬴政死死盯着他。赵高心慌，陛下莫非疑我？陛下若疑，奴才这便请18公子来。不必，朕与你同去。朕许久未见胡亥，慎念。嬴政笑道：诺。赵高面不改色，心中已大汗。若胡亥正玩乐，被陛下见，必受责罚，于他二人皆不利。他使个眼色，一旁太监微微点头，旋即先出宫报信。胡亥府中，他正与宫女投壶，咚，又中了。公子好厉害。胡亥大笑，说得好，赏都有赏。管家领太监即至，参见公子。胡亥持剑问：你是谁？小人奉中车府令赵大人命来告公子，陛下正来府上。什么？父皇来了，快收东西，备文案。胡亥惊慌失措，奔往书房，宫女们慌忙收拾，一支箭遗落在地。报信太监速回宫。胡亥坐于书桌前，神色肃穆，执竹简细读。嬴政至府门下车，侍卫跪迎，起来吧。赵高低声道：陛下，奴才去请胡亥公子来迎。嬴政意味深长看他，不必，传令，朕至此，任何人不得喧哗，更不准通知胡亥。诺。赵高应道，心中忐忑，陛下眼神何意？莫非疑我？不，我计划天衣无缝，定是多心。嬴政心中冷笑，径直入府，闻胡亥在书房读书，便至门外，见胡亥认真模样，道：不错，赵高，你教得很好。赵高激动道：奴才该做的。心中却松，好在派人通知了。嬴政看了一会儿，见胡亥依旧专注，心生疑惑，转身欲离。出府路上，他见院中遗落投壶剑矢，拾起细看。赵高见状大怒：胡亥这蠢货，我努力白费了。嬴政望向书房，沉默片刻道：回宫，明日让胡亥来见朕。赵高，你留下，不必陪朕回宫。诺。赵高不解，此非胡亥玩乐之政，陛下何不质问？嬴政未理他，持剑离去。赵高气急败坏至胡亥面前：我的好公子，你方才是否在投壶？胡亥不答反问：父皇呢？你不是派人知会我父皇来了，为何不见？陛下走了。赵高没好气道：你方才是不是玩投壶了？你怎知？胡亥闻嬴政已走，顿复慵懒，扔竹简于桌，躺倒在地。对了，父皇为何没进来看我？赵高见他这般，气不打一处来，沉声道：公子，我早告诉你，近日莫止不玩，要好好用功，如此才能向陛下开口去见待其人。可你非但玩，还让陛下抓了把柄。什么？胡亥大惊，我被父皇抓了何把柄？难道父皇见我在投壶？非也，陛下在院中见投壶剑矢，便离开了，让你明日去见他。怎么办？我该怎么办？胡亥慌张起来。赵高冷哼：现在知道急了，为何总不听我？胡亥起身抓住赵高手腕：赵高，你想办法，你可是我老师，我若受责罚，你也难辞其咎。赵高心中怨愤，嘴上却道：公子放心，还有机会，但看公子今日能否努力。明日陛下必考教学问，若陛下满意，投壶之事便可结果。好，我努力。胡亥道：可我一见竹简便犯困，如何努力？赵高心中气急，呼噜残忍笑意：无妨，悬梁刺股，
公子应听过，你何意？难道正是？除非公子不想登皇位，永远被大公子比下去。不行，我绝不比扶苏差，我要登皇位。来人，本公子要悬梁刺股。胡亥沉声道：“他自认不比扶苏笨，父皇更疼自己，每次出游只带他。下人备来绳子与针。”胡亥见之，浑身一抖，后退撞上赵高。赵高强忍怒火。公子莫怕，只要你不睡，认真学，便用不上。他使眼色，下人将绳子绕梁。公子已备好。赵高道：“公子明日成败在此一夜，请上座。”赵高，我们商量，可否不悬梁刺股？胡亥谄媚笑问。赵高冷笑：“公子若愿被大公子比下去，我现便撤了绳子与针，立刻离开。不，我绝不能比扶苏差。”胡亥怒道：“走至座位，来吧。”诺。下人用绳系住胡亥头发，将针交与赵高，唯赵高敢对胡亥动手。赵高接针，令二人退下。公子现拿起竹简，好好看。好。胡亥执简细读，赵高满意，却未料仅过3分钟，胡亥双眼打架，身子晃荡，他一低头，发绳扯痛，瞬间清醒。公子，你睡着了。赵高的声音让胡亥瞬间清醒过来，旋即尴尬的笑道：“我醒了，我醒了，那就请公子继续看卷宗吧。”赵高不冷不热的说道。胡亥不再言语，继续看卷宗。然而几分钟后，再次昏昏欲睡，一低头，头皮再次传入疼痛之感，又再次清醒。整个晚上几乎都是先看卷宗，然后昏昏欲睡，因悬梁而导致头皮剧痛，因此清醒，继续看卷宗，周而复始，最后让胡亥练就了可以不低头而睡着了。赵高将一切都看在眼里，最后恨铁不成钢的拿出一根针，狠狠地刺入胡亥的屁股。胡亥因为屁股的剧痛而发出了惨叫声。赵高，你干什么？胡亥顿时清醒过来，大声质问赵高。赵高不紧不慢地说道：“大公子，你又睡着了。”胡亥刚想要发怒，却被赵高的话给压了下去。公子打算放弃皇位了？不，本公子是不会放弃皇位的。你来吧，只要我睡着了，你用针刺我。公子果然有魄力，微臣一定会帮助公子的。赵高说道。后来我听说，那一夜赵高用针刺醒胡亥多次，直到让他休息了2个时辰。第二天一大早，胡亥揉着屁股和赵高一起进宫，两人见到了嬴政。奴才参见毕，儿臣参见父皇。嬴政拿着竹简看了他们一眼，缓缓说道：“你们来的正好，朕刚刚在看廷尉送来的案卷。胡亥，你拿去看一看。”诺。胡亥恭敬地拿过竹简便看了起来。不一会儿，胡亥将所有的东西都送到了嬴政的桌子上。父皇，廷尉处理得很对，弟杀兄理应执行，气势执行。嬴政颔首道：“杀兄弟姐妹者，气势腰斩。胡亥，你可有想过杀兄杀姐？”胡亥直接跪了下来道：“父皇，您吓到臣了。”嬴政笑道：“你什么时候胆子这么小了？起来吧。”谢父皇。胡亥站了起来。赵高眼神闪烁，心中猜疑，陛下为何突然说胡亥会杀兄杀姐？赵高。嬴政叫了一声，见到赵高没有理会自己，微微皱眉，有些不悦的再喊看一卷。赵高。赵高回过神来道：“陛下，您叫奴才。”嬴政不悦道：“怎么，在朕面前你也敢走神了？”赵高惶恐的下跪道：“不敢，奴才不敢。”谅你也不敢。嬴政沉声道：“行了，起来吧。朕今日叫你们来，是有件事要告诉你们。陛下有何要事吩咐？”赵高问道：“父皇，您说要儿臣去干什么？”胡亥也来了兴趣。嬴政笑道：“朕本来打算东巡时，让胡亥你跟着一起去的，但是现在朕打算暂时不东巡了，而是安心养病。你们的任务就是帮助朕寻找天下名医，为朕看病。父皇，您的身体一向好好的，怎么会有病呢？徐福他不是帮您炼制了很多丹药，儿臣更是听说父皇已经派遣徐福前去海外仙山寻找长生不老药，相信不久之后父皇就能长生不老了。”胡亥没心没肺地说道。嬴政白了他一眼，心中只觉讽刺。胡亥以后不要说什么长生不老之事，徐福还在的时候，朕觉得此事可行。现在徐福去海外寻找仙药，朕反而觉得世上没有什么长生不老药。赵高传令下去，今后任何人都不允许提长生不老之事。嬴政沉声说道。赵高应道：“诺，陛下。万一徐福回来了，该如何？”如果他回来了，当然是通报朕，只是朕怕他回不来了。嬴政说道。赵高心中一紧，陛下难道知道了？父皇。胡亥开口道：“既然你打算取消是东巡，为何不跟李斯他们说？跟儿臣说有什么用？儿臣又不在朝堂上，也不管这些。”嬴政笑了笑道：“今日来，朕打算询问你是否愿意进入朝堂。”什么？胡亥大惊。父皇，您为何打算让儿臣进入朝堂？兄长他们都没有进入朝堂，儿臣哪有什么资格？闻言，赵高在心中暗骂胡亥不已。哈哈！嬴政大笑起来。朕就知道你会这么说。现在朕给你一次机会，你想不想入朝堂？父皇，儿臣的学识还不够，想跟兄长他们一样继续学习，所以儿臣不想入朝堂，希望父皇能让儿臣跟随那奇人学习。胡亥说道。嬴政微微皱眉道：“你为何要向奇人学习？你可知道跟随奇人学习会有多辛苦？”陛下。赵高抢先回答道：“18，公子只是不想总是见不到大公子。”嬴政抬头看了赵高一眼，沉声道：“朕问你了吗？奴才该死。”赵高惶恐的再次跪了下来。起来吧，去将朕吩咐的事情做好。嬴政不耐烦地说道。诺。赵高立马离开了咸阳宫。赵高离开后，嬴政便笑着说道：“胡亥先生那里你既然想去，朕自然会让你去。只是这次先生只收4个弟子，再给朕一些时日，朕帮你安排。朝堂上你真的不想去？”不想，儿臣一点也不想。儿臣喜欢跟在父皇身边到处行走。胡亥笑道：“那你喜不喜欢投壶？”嬴政问道。喜欢啊。胡亥脱口而出，然而很快想到了昨天的事情，他立马跪了下来。父皇，儿臣知罪。哈哈。嬴政笑了起来。偶尔闲暇时间玩耍又有何不可？你只要不落下功课就行。多谢父皇。父皇请放心，儿臣一定不会落下功课的。
胡亥信誓旦旦地说道：“好，朕就问你，偷盗者应判何刑？”嬴政问道。胡亥愣住了，他昨晚看的都是刑罚比较重的一些卷宗，没有想到父皇不按套路出牌。嬴政神色一愣，怒道：“如此简单的题目你都不知道，这让朕如何相信你的话？”父皇息怒，儿臣真的很努力，只是父皇的问题让儿臣从来没有看过。赵高一直让我看那些腰斩、弃市等刑罚的卷宗，还请父皇明察。胡亥立马解释，并且将责任全部推给了赵高。嬴政的脸色稍微缓和了一点，缓缓说道：“那你告诉朕，赵高还教了你什么？”回禀父皇，赵高教了儿臣很多，尤其是悬梁刺股，其他人都不敢对儿臣用针，只有赵高敢。儿臣在赵高的教导下，不能说全部学会，但是儿臣能学会的都学会了。如果父皇不相信儿臣，儿臣现在就可以给您看儿臣的屁股，现在伤口都还没有好呢。胡亥说完就要脱裤子给嬴政看屁股上的伤口，嬴政没有骂他，看到伤口后还有一点心痛，顿时怒道：“赵高好大的胆子！”竟敢动手对主子出手！来人，将赵高给朕叫回来！诺！立马有黑龙卫急匆匆地跑出宫去找赵高了。胡亥立马说道：“父皇，这是儿臣自愿的，跟赵高没有任何关系，儿臣只是想做到父皇心中满意的样子。”嬴政欣慰地点了点头道：“你有这心，朕很满意，但是朕还是要找赵高。朕很想询问赵高，为何连偷盗这样简单的刑罚你都不会？”胡亥乖巧的不再说话。黑龙卫很快将赵高带回。赵高见到嬴政后，立马行礼道：“奴才见过陛下。”不用多礼。嬴政沉声道：“朕问你，为何胡亥连偷盗的刑罚都不知道？奴才有罪。”赵高跪了下来，请陛下责罚。朕要治你的罪。当年蒙毅要杀你的时候，朕就不会救你。多谢陛下开恩。赵高欣喜地说道。嬴政沉声道：“你回答朕的话。因为18，公子身为公子，偷盗这样的小事，臣认为自然有人会去管，不需要公子亲自管理。只有那些大案子，关乎人命的案子，才需要公子负责。所以奴才一开始就教导公子看大案子的卷宗，还请陛下明鉴。”赵高开口解释道：“这是何道理？算了，从今天起，胡亥也不用你教了，你就安心的伺候在朕身边吧。胡亥，朕再给你找个老师。右丞相冯去疾，年纪虽然有些老迈，但是他对朝堂之事非常有经验，你好好的跟他学习。朕会让冯去疾每日下朝后就去你府上，教你朝堂之事。”嬴政说道。胡亥脸色一变，却只能拱手道：“诺，行了，你下去吧。朕吩咐你的事情不要忘了。”诺，儿臣告退。胡亥幽怨地离开了皇宫。赵高，你知道朕为何不让你教导胡亥吗？嬴政突然问道。陛下恕罪，一切都是微臣的错，是微臣没有教导好公子。赵高再次认错。嬴政摇了摇头道，并不是，而是其人给朕说大秦会20而亡。大胆，那其人简直是胡说八道。陛下，这样诅咒大秦之人，应该处以极刑才是。赵高顿时义愤填膺地说道。嬴政摆手道，不可，这个奇人非常有本事，就连徐福是骗子都能知道。什么？赵高大惊。陛下，您说徐福是骗子？他不是出海为陛下求取长生不老药了吗？那是假的。朕总不能告诉天下人，朕被徐福这个江湖术士给欺骗了，而且骗了那么久，朕的名声还要不要了？嬴政说道。那万一徐福真的能为陛下求取长生不老药？赵高问道。嬴政摆手道，他亲口承认了，朕亲耳听到的，所以不可能有假。朕告诉你此事，就是想要告诉你，朕不想听到徐福和长生不老之事。诺。后来嬴政将此事告知于我这才知道，那日宫中的试探与交锋，而赵高心中的鬼胎已然被嬴政看得清清楚楚。赵高心中狐疑不定，对嬴政的话产生了很大的怀疑。片刻后，赵高便问道：“陛下，既然其人告诉陛下大秦20而亡，可是奴才非常的不解，这秦20是谁？”嬴政叹口气道：“朕没有问，秦安也没说，但是朕的儿子那么多人，朕可以一个个的询问，然后猜测一下，最后再去询问秦安。秦20是谁？陛下知晓后打算怎么处置秦20？”赵高再次问道。嬴政沉默了，他缓缓说道：“朕没有考虑过那么多，朕只是想靠自己将这个逆子找出来。刚刚朕问了胡亥，他不愿意进入朝堂，这说明他对皇位没有兴趣，朕可以将他排除外了。这件事你不要到处去转，你是朕的心腹，朕应该相信你吗？”赵高表情严肃地说道：“奴才是陛下忠心的奴才，绝对值得相信。好，你跟朕一起去其他公子那里转一转吧。”诺。嬴政带着赵高访遍诸公子府邸，询问是否愿入朝堂，所有公子皆拒，并问为何不让扶苏入朝。一圈下来，嬴政对此结果竟感满意，他本就不愿诸子过早摄政，以免结党乱朝。回宫后，嬴政问赵高：“赵高啊，你觉得朕这些公子如何？”回禀陛下，各公子都是人中龙凤，谦虚有礼。哈哈哈，你啊，你就是喜欢说些朕爱听的话。嬴政笑道：“陛下，奴才说的都是大实话，并未有任何虚言。”赵高笑眯眯地说道：“章邯此事归来复命，微臣参见陛下。”嬴政看着章邯道：“回来了就好，人怎么样了？”回禀陛下，徐福全族都已经喂鱼了。章邯说道。赵高浑身一颤，嬴政满意的说道：“很好，先生说秦20会导致大秦灭亡，朕希望能找到这个秦20，所以你将会和赵高一起秘密调查这秦20。陛下这不妥吧？”章邯说道：“如让公子们知道了此事，恐怕会引起们公子们的不满。臣愿意替陛下去向先生询问秦20之事。”嬴政想了想，看向了赵高，沉默片刻后道：“也好，朕和你一同前去询问。”诺。章邯应了。赵高跟着说道：“陛下，奴才能不能也跟着陛下一同前往？”嬴政沉默了片刻，暂时还是算了。
看秦安的样子，好像不喜欢别人伺候，喜欢亲力亲为。扶苏他们几个过去都是去洗完打扫自己的房间，都不允许别人帮忙的。你去了可能只会碍事，等朕询问过先生之后再说吧。诺。赵高遗憾地说道。赵高离去被善后，嬴政对张邯低声道：“张邯，秦安虽然没有说秦二世是谁，但是说了灭秦的元凶是谁。”谁？张邯一惊。赵高。嬴政缓缓说出口：“什么？”张邯大吃一惊，竟敢是赵高！陛下为何你不拿下赵高？因为朕还不太相信秦安的话。不，准确地说，朕不愿意相信赵高会背叛朕，朕打算给他一个机会。嬴政说道：“朕不相信朕的臣子会背叛朕，背叛大秦。陛下，微臣绝不会背叛大秦，背叛陛下。”张邯信誓旦旦地说道。嬴政叹口气道：“朕相信你。从今日开始，你开始调查赵高，将他的一举一动都告诉朕。还有胡亥，朕要知道他们每日在干什么。”张邯震惊：“18公子，陛下为何要监视18公子？难道？”嬴政颔首：“赵高如果是真的是主使者，那么一直跟随的赵高学习的胡亥就更加值得怀疑，可能性最高。微臣明白了。”张邯应道：“只是万一证实了某位公子，陛下打算如何做？朕没有考虑过，所以朕决定去询问秦安，希望历史上能有相似的情况，朕可以做借鉴。”嬴政说道。张邯领命暗中布置监视。另一边，嬴政召来了右丞相冯去疾参见陛下。嬴政摆了摆手道：“冯去疾，朕打算让你教导胡亥。”冯去疾一愣：“微臣愿意，只是微臣非常好奇，陛下为何突然之间要让微臣教18公子？18公子不是一向有赵大人教的吗？”赵高说道。冯香说笑了：“下官哪能跟冯香相比？”嬴政说道：“你不用想那么多，该你知道的时候自然会知道。从今日开始，朕就将胡亥交给你管理，教好了，朕算你大功一件；教不好，朕会治你的罪。”诺。冯去疾应了。赵高与冯去疾一同离宫。冯去疾好奇问道：“赵大人，你跟我说实话，为何陛下突然之间让我去叫胡亥公子？”赵高脸上堆笑，轻声道：“其实是陛下想要让胡亥公子进入朝堂。冯香也知道我是陛下的私奴，教不了朝堂之事，陛下才将胡亥公子交给冯香。而且还有更重要的一件事。”赵高左右查看后，低声道：“这件事我们等到了胡亥公子府上再说。”他们不知，张邯安排的黑龙卫已悄然尾随，二人来到胡亥府上，还未近前，便闻嬉戏打闹之声。此时胡亥公子不选择读书用功，为何还在打闹嬉戏？赵大人，难道你平常都是这么教的吗？冯去疾沉声道。赵高脸上谄媚笑容不变：“冯香，你误会了，公子喜欢白天玩耍，夜晚读书。夜晚读书。”冯去疾有些不信：“是的，公子夜晚怕睡着，还专门准备了悬梁刺股的工具，就在书房里。冯香，我们进去看看吧，还是请胡亥公子一起去吧。”两人来到胡亥嬉戏之处，只见胡亥蒙眼裸身，正与身着亵衣的宫女追逐玩闹，不堪入目。冯去疾当即闭目，怒不可遏。赵高抢先道：“公子，冯香来了。”胡亥停止玩闹，摘下丝巾，对冯去疾一脸怒色，浑然不在意。“冯香来了，以后本公子的学业就拜托冯香了。”冯去疾沉声道：“胡亥公子请放心，微臣一定会竭尽所能的帮助公子，这一切都被暗处的眼睛记录下来，最终会成密报，呈于嬴政案前，也辗转传入我的耳中。山雨欲来，咸阳宫中的猜疑与监视已然如网般张开。”